枪！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面色难看的跃在空中，抄起重尺重重砸在陈家主脑袋上。这一击是大力沉，然而却仅仅只是在碰撞之际，响起一道金属相撞的铿锵声。陈家主身子甚至动都没动，身上的红色光膜完美挡住了这一击，眼中带着一丝嘲讽望向少年。此阵是江北陈家耗费10数年布下，阵灭之前无人能伤我。白衣少年见状，咬牙也没继续攻击，而是背着重尺从窗外一跃而下，快速朝城外逃去。茶楼里的人已经全都四散而逃了，独留江北老魔和陈凡一行人。你不跑吗？陈凡看了眼江北饮茶，端起茶杯轻抿一口，随意道：你都不跑，我跑什么？江北老魔将公羊月护在身后，面色极其难看的一字一句道：你既然敢来江北陈家，肯定也料到了这一刻吧？没有。陈凡摇了摇头，坦率道：我还真没想到这老家伙在下一步这么狠的棋，倒是好手段。娘！江北陈家内，满脸惊恐的陈全冲到美艳女子身边，眼中满是恐惧的颤声道：城内亮起好多猩红光柱，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陈凡来了？不是。美艳女子面色难看，再无往日的姣好，咬牙一字一句道：是那老家伙这些年布的阵，他要献祭满城生灵，这家伙是疯了吗？父亲布的阵。陈全闻言微微一愣，突然松了口气，那应该不会波及到我们吧？美艳女子眉头皱起，良久后突然松了口气，好像也是哦。目前来看，老宅内并没有亮起猩红光柱，后悔了吗？茶楼内，陈家主满脸癫狂地望向陈凡，已经晚了，万灵化血阵已成，任何人都逃不出去。就在这时，窗外已经遍布半个城的猩红光柱突然不再继续升起，像是遇到什么阻力了一样，原先升起的猩红光柱也在不断逝去，而陈家主身上的红色光膜也在快速消散。怎么可能？陈家主愣在原地，半晌后才反应过来，有些发狂的歇斯底里道：我明明昨夜亲自检查了一遍，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可能？随后才像是有些崩溃一般冲向陈凡，却被瘸猴一毛抽飞。诺！陈凡扫了眼被抽飞的陈家主，望向江北老魔：我听公羊月叫你老魔，想必杀了不少人，帮我杀了他，你确定？确定。好。江北老魔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头也没回，只见一道剑气激射而出，精准命中陈家主的后心，血液激射而出。只见陈家主趴在原地挣扎了几下后就没了气息。陈凡却表情怪异地对着江北老魔说道：看起来你不会杀人。我不会杀人。江北老魔有些不服，忍不住反驳道：我都没回头，就精准找到他的后心，你说我不会杀人，万一他服了假死丹呢？江北老魔沉默了半晌后点了点头，你想的比我周到。又是数十道剑气激射而出，陈家主尸体上堆满了血窟窿，这回假死丹也不行了。见状，陈凡起身伸了个懒腰后，带着瘸猴朝楼梯口走去，笑着道：我得去买点东西，就不陪你继续喝茶了，以后有缘再见。好。江北老魔面色欣赏地望向陈凡，我可以跟你透露下我的身世，我和你一样曾经弑父，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可能还有一点难受，不过以后你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可以帮你。我们不一样，我可没弑父，别瞎说，那不是你杀的吗？你是第一个杀我爹的人，所以你最近如果没事的话，可以来樊玉教下我的手下如何更快修炼吗？就当做赔罪了。别用那种表情看我，我会付你丰厚报酬的。哦，对了，如果可以的话，江北陈家老宅的建筑很快就会失效倒塌，你帮我守住这里，别让人跑了。大家都是朋友，你肯定会帮我的吧？江北老魔沉默许久后才咬牙道：好。呼！陈凡从茶楼后门走出，来到停在箱子里的95龙辇，感慨道：手里有个高级修行者，这般起事来就是方便啊。他专门去茶楼里找到江北老魔，毕竟江北陈家的修行者不少，他打不过啊。天地棋盘倒是能打过，但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纯浪费。瘸猴啊！陈凡拍了拍瘸猴的肩膀，樊玉拥有其他势力都没有的运灵阁，接下来还有不少鬼石给你们修炼，你们要尽快提升自己修为，免得我出门办事还要让别人帮忙，这样很麻烦的，听见没有？明白。瘸猴面色严肃的应下，内心也升起一股紧迫之感。时间流逝，江北陈家老宅外的城墙正在不断倒塌，而所有企图逃离的人都被江北老魔剑气刺穿双腿，钉在地面动弹不得。另外一边，王家主在江北城替陈凡找到了40-50号人加入樊玉。一个时辰后，陈凡带着瘸猴几人走出桂花楼，瘸猴几人脸上满是春光，他看了眼守在楼外的王家主，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朝江北陈家方向走去。收拾完江北陈家就准备回家了。就在这时，陈玉主直接接到镜头，一个身穿短衣男子带着一堆人浩浩荡荡朝他走来。野狼帮！祁崇凑到陈凡耳边小声道：这伙人是江北城野狼帮的，我以前在野狼帮手里做事。很快，短衣男子走到陈凡面前，二话不说直接下跪，脑袋重重埋在地面。久闻陈玉主大名，小人是江北城野狼帮帮主。野狼帮在雨季里为守城近乎耗尽所有底蕴，本想弄个商会混点饭吃，但江东江西江南3地迎来雨季，商路被阻断，如今帮派内已经不够给兄弟们发工钱，这帮兄弟跟了我这么久，我想为他们谋个前程。玉主、王家主快速在陈凡耳边解释着来龙去脉。半晌后，陈凡才轻点了下头，望向跪在地面上的野狼帮帮主：都起来吧，今夜回去都收拾下行李，有家人的都带上家人，一起去无名山。我要在无名山打造一座新城。江北陈家一众陈家族人纷纷被剑气钉在地面上，青袍男人双臂抱怀，显得极其冷漠，站在原地。少爷来了！就在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开口吼了一声，四周看热闹的路人急忙散去。陈凡带着一众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辛苦了。陈凡看了眼面前被钉在地面上的一众陈家族人，又望向江北老魔，笑着道：江北老魔轻哼了一声，没有讲话。陈凡在人群中扫了一眼，最后视线停留在陈全身上，蹲在其面前，满脸感慨地笑了起来。陈全，还记得我不？
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此时陈全眼里完全没有以往的狂傲，只是身子不断发颤的高吼道：“我娘有大背景，你不能杀我，否则会引来天大报复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望向陈全裤裆下涌出的淡黄液体，只觉得有些扫兴，起身扫了一圈，又望向被钉在地面上的那个美艳女子，走上前，蹲下身子，轻抚着这个在他手掌下浑身发颤的美妇。我该叫你一声娘，还是于宁儿呢？凡儿。于宁儿趴伏在冰冷的地面上，身躯因极致的恐惧而微微痉挛。我是你小妈，可以留我一命吗？往日我也没有针对你，都是陈全针对你的，你杀他就行了。娘！被剑气钉在一旁的陈全有些难以置信的抬头望向娘亲，整个眼里满是绝望，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有些恍惚的跌在地面上。他本以为自己爹是未知的，现在看来连娘也是未知的，这真是他娘吗？哪个娘亲能说出这种话来？陈凡面色有些古怪的望向趴在地面上的于宁儿，又看了眼失魂落魄的陈全，他真是你儿子的，可验血。趴在地面上，于宁儿有些焦急的不断开口解释，这个不着急。他又揪了揪于宁儿的耳垂，将其脸颊抬起，面色认真的询问道：“你儿子说你后面有大背景，我挺好奇的，说说是什么大背景？我这个人很胆小的，咱们之间又没什么太大恩怨，万一背景真的很大，说不定我就放过你们了。以及你们既然有这么大的背景，这些年待在江北陈家所图为何呢？”趴在地面上的他，声音不再是酥软入骨的调子，而是断断续续、气若游丝的呜咽与哀求，身子发颤道：“不能说，主子专门嘱咐过，一定不能暴露我们来自于屠仙圣地。”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趴在地上的于宁儿。屠仙圣地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很吊的势力，你听过吗？他抬头望向站在一旁的江北老魔和公羊一族的人，没有。江北老魔皱眉思索了一会儿后才摇头。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才咂舌道：“我以为像你们口中的大势力，会在你说出势力经历的一瞬间，就瞬间炸体而亡呢。”趴在地上的于宁儿挤出一丝有些难看的笑容，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足够乖巧，只要能暂时逃过这一劫，他有数种手段可以逃离。说说你们潜伏江北陈家为何？陈凡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于宁儿几乎没有丝毫停留，根本不给陈凡的反应机会，便一股脑的脱口而出：“无名山是那位的故居，那位在无名山部下求天。”声音戛然而止，砰！陈凡将女人的脑袋重重踩在地底，使其无法张嘴讲话，转身望向江北老魔，而江北老魔等一众人也识趣的退到远处，只是内心却翻江倒海。虽然他们只听到了一半，但无名山好像有大秘密。故意的，陈凡蹲下身子，揪起女人头发，面色平静道：“你要不要喊得再大声一点？”女人身子发颤，避开陈凡的眼神。她确实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将场面搅浑，这样自己才有逃脱的可能。那位在无名山布下了求天大阵，养育了一株极其珍贵的天才地宝的雪莲花，需100年才可成熟。还有山胎，你知道血祭大阵吗？就是鬼王突破的那个，其中阵法核心材料就是山骸胎，山胎比山骸胎更加珍贵，而且在天坑底部还有一宝。主子推测那位用锤子将一座山砸出天坑，那在天坑底部山体会极其坚固，大量山体被挤压，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会形成天才地宝地精。按照时间推测，雪莲花今年雨季过后便会彻底成熟，那个大阵寻常人等无法进入。我有特殊办法，只要你放过我，可以带你进入求天大阵，东西都归你，我只需要一条命。没了。陈凡偏头询问：“没了？真没了？”陈凡捡起旁边地面上陈家族人跌落的一柄长剑，没有停留，直直刺向于宁儿，望向其眼里渐渐浮现出来的怨毒和快速散去的生机，才起身拍了拍手，呢喃道：“心眼还挺多。”娘！趴在一旁的陈全看见这一幕，也从失魂落魄中回过神来，撕心裂肺的扯着嗓子哭嚎道：“陈凡，你不得好死！你杀你小妈，说什么呢？”陈凡偏头看了眼陈全，没等陈全再次回话，长剑再次送出。至此，江北陈家核心血脉差不多死了个干净。绝喉！陈凡起身扫了一圈趴在地面上的陈家族人，找到以前欺负你的那些恶奴，还有欺负过我的，全杀了。好嘞！绝喉咧嘴笑了起来，一瘸一跛的朝早就看见的一个壮汉走去，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将手里的式神长矛重重插在地上。还记得你瘸爷吗？江北陈家刘供奉。陈凡面色感慨地走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你应该是这里最有价值的一个人了吧？被钉在地面上的中年男人如小鸡啄米一般不断点头，眼眶中压抑不住的恐惧让他声音发颤。我拥有很多建筑的传承知识，我曾经打造出2个质变。话音未落，长剑再次刺出。2个质变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他抽出长剑摇了摇头，继续朝其他人走去。江北陈家老宅前聚满了一堆吃瓜的路人，此时出城而归的齐峰等人也已归来，站在人群中，面色复杂的望向陈凡，在人群中如阎王点卯般不断诛杀一个个被钉在地面上的人。陈凡的清算还是太彻底了。跟在齐峰身旁的徐老压低声音道：“这次清算不仅仅是复仇，更是一个表态，哪怕是自家人冒犯他的也得被钉死在这里，而且少了很多隐患，再不会出现被胁迫的事情发生，比如有家人被挟持，以此作为突破口等。还有你。”陈凡拎着沾血长剑走到一个白衣男人面前，随意道：“上路前要放几句狠话吗？比如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之类的。”我不是屠仙圣地的。趴在地面上的白衣男人语速极快，仿佛生怕下一秒就被钉死在这里。我是屠仙圣地的囚徒，被抽走一魄，囚禁在于宁儿手里的魂牌，凭借此牌可控我生死。牌碎人亡，于宁儿已死，命牌碎裂。屠仙圣地肯定已经知晓，我并没有屠仙圣地的命牌。他白衣男人快速指向一旁趴在地面上的乞丐，他是屠仙圣地的。雨季里有一夜肉虫鬼潮突然涌向你们无名山，就是他做的。他是特殊修行者风行者，拥有刮起大风的能力。我擅长前行、暗杀、
打探情报。樊玉如今刚崛起，肯定没有相关人手，收下我可以为你打造一批负责前行暗杀的手下。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已经举在空中的长剑迟迟没有刺下。前行、暗杀、打探情报这3个字几乎说在他心坎上了，对他的诱惑简直太足了。如果樊玉能拥有一批负责前行、暗杀、打探情报的人手，那副场景仅是想想就觉得美好。决定一个势力手能伸多远，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批人的付出。他比其他势力强一点，他有95龙辇，但他也不可能天天驾驶着95龙辇在外溜达，大部分时候还是得待在自己的大本营。更何况95龙辇使用一次的成本也太高了。他放下手中长剑，大步走至于宁儿尸体旁，上下摸索了一会儿后，确实从肚兜口袋里掏出一枚刻有魂字的令牌，背面隐隐浮现着白衣男人的面容，有面板、异宝名称、魂牌、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可囚禁他人一破，牌碎人亡。目前已经囚禁一破。来源少秋，你叫少秋。他将魂牌揣在怀里，走到白衣男人面前，轻声询问道：“是。”少秋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为自己加筹码。我被屠仙圣地囚禁，肯定和屠仙圣地有仇。我可以给你带来其他区域的信息，这样樊玉以后前往其他区域也不会一头雾水。我还有关于前行、暗杀的秘传武技，只要给我一定时间，我一定让樊玉的暗杀分布名满天下。陈凡停顿了一下后，突然笑了起来，起身将白衣男子扶了起来。快起来！天气凉，别趴太久，容易染风寒。回去后我们细谈。紧接着，屠刀很快来到陈家长老脑袋上，几个趴在地面上的长老也纷纷颤声求饶道：“少爷，少爷，我们一直是归心于你的。老爷在雨季让我们假扮野狼帮的人，去接收那些百姓商人献上来的鬼石异宝，我们将部分藏了起来，就在江北城西边的仓库里，就是为了少爷你准备的。我们一直是心向于你的。”陈凡轻点了下头，笑着望向众人。那你们就不用死了。周末你带人去江北陈家抄家，剩下的人跟着这几个长老去将藏匿的鬼石带走，然后一起回樊玉。我不是嗜杀之人，我记得往日几位长老并未针对我，那就跟着一起走吧。该死的人都杀完了，这件事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天色渐黑，一切家当都已收拾完毕。九匹烈焰龙马牵引着龙辇，沿着街道缓缓朝城外驶去。离开城门时，天都快黑了。此时，黑暗如云从远处袭来，快速笼罩天地。95龙辇再次疾驰在黑暗中，载着满车人和货，快速朝无名山驶去。人群中，站在城门口的江北老魔望向身后的公羊一月，轻声道：“你是守夜人。我记得守夜人有一个特殊能力，是可以听见万米远的声音，虽然是时而听见，时而听不见。你刚才听到无名山的状况了吗？”“没有。”公羊一月缓缓摇头。守夜人之间会排斥，陈凡身边同样有守夜人，我听不见那片区域的声音。你要将这个消息在雨季结束后上报给公羊一族吗？肯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外传，我不想看见公羊一族和丹宗一样被屠了，那是家主定夺的事情。公羊一月摇了摇头，我没有决策权，但我相信家主不会得罪樊玉，更不会外传这个消息。无名山，今夜的无名山极其热闹，所有人被安顿在洞穴外的地面上，临时打造了几个木屋，全部打地铺。今夜先在这里将就一晚，明日再具体安顿，并清点人数，安排合适岗位。这次他们采购了不少东西。陈凡走进1号洞穴，望向5级的生活工坊，消耗了2000枚鬼石，升至6级生活工坊，又消耗了5000枚鬼石，升至7级生活工坊。生活工坊每次升级已经在无升级方向可选，只不过每次升级都有新的可打造物品。这次一口气升了2级，共多出了4件可打造的特殊生活物品。而7级生活工坊已经可以用它这些日子获得1件绿色品级异宝云朵布匹来制造长袍了。打造出来的长袍拥有1级城墙的防御效果，很强。小秋今晚很忙，需要给每个人量身高体型，然后为每个人打造出一身合身的繁育制式长袍。今夜带回来的主要是丘贺王家的人，还有江北陈家的部分人。野狼帮还留在江北城，明日才来。说升级完工房后，陈凡便第一时间将少秋邀请至1号洞穴。这是这些日子来唯一一个踏入1号洞穴的外人。刚踏入洞穴，少秋的视线几乎瞬间便停留在了洞穴深处的一个建筑运灵阁。透过敞开的大门，能清楚看见内部墨玉石地板，天花板上镶嵌着无数枚散发着幽蓝光芒的钟乳石，而这些钟乳石正洒下冰冷蓝光，在地面上形成充满神秘的阵法。一眼望去，宛如仙界。这是运灵阁。走进洞穴内的少秋有些难以置信地颤声道：“屠仙圣地这样的大势力，需要耗费巨大代价才有的运灵阁，樊玉竟然也有。”陈凡端起茶杯，轻笑着，没有讲话。良久之后，少秋才深吸了一口气，缓过神来，跪在陈凡面前，声音沙哑道：“如果狱主愿意信任我，我一定会为樊玉打造出闻名天下的刺客分部。”陈凡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后从怀里掏出那个魂牌，扔在少秋怀里：“这一破还你了。明日等野狼帮的人到齐后，你挑出10个人，组建暗阁，负责樊玉的暗杀、前行、打探情报。1月后，樊玉将会邀请众多势力来参加拍卖会，我希望在那时能看见一点成效。这期间内，运灵阁无限制为暗阁供应，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少秋低头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手里的魂魄，又抬头看了眼近在咫尺的陈凡，有些不敢相信这个制约他性命的手段，此时竟然在他手里。他这些年从未想过杀于宁儿，就是因为他哪怕杀人再快，对方只需要脑海里念头一动，他就死了。他动作再快也没意念的速度快。要知道此时陈凡就在自己面前，一个建筑师，自身并没有太强实力，只要他愿意，
他现在甚至可以瞬间杀死陈凡，然后带着魂牌远离此地，彻底自由。但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双膝跪地，这次是真的有点被触动了，这是他从未体会过的信任。额头紧贴地面，沙哑道：“狱主，你放心，我肯定会倾尽全力，让樊玉暗格名满天下。下去休息吧。”陈凡将翡翠手杖牢牢抱在怀里，云淡风轻的轻笑着。我也希望看到那一天。是。少秋起身重重点头，正要退下时，突然转身迟疑道：“狱主，你就不担心我刚才突然抱起杀死你？如此近的距离，想杀我的人很多。”陈凡同样起身，拄着手杖朝自己屋子走去，头也不回的随意道：“但我至今还活着，他们却都死了。让瘸侯今晚带你大概了解下樊玉，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少秋望向陈凡的背影，久久不语。陈凡和他同样是年轻人，但陈凡所展示的魄力和自信却让他自愧不如。下一刻，他捏碎了手里的魂牌，魂魄回归。少秋缓缓闭上双眼，被压抑的修为开始快速增长，最后停留在9级巅峰，差一步突破至武王。10级修行者便是武王，真变态啊！回到屋子内的陈凡躺在床上，望向天花板呢喃着：“这个世界上天才真多啊！”随后也没再说什么。忙碌一天了，他也有些累了。江北城的事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准备将樊玉的基础建筑完善起来，并为1月后的拍卖会做准备了。很快天亮了，无名山一众人在外忙活着，而陈凡则是召集了瘸侯众人坐在城墙上，开始商讨营地后续的规划。目前樊玉接收丘贺王家42人，其中妇女12人，这些都是王秋豪的亲人，同样属于樊玉正式成员，负责后勤。陈凡将3个妇女安排在小丘的生活工坊后，成立白骨阁，让祁崇和阿乐负责微微的投喂和百草园的种植。紧接着还有天仓阁，负责樊玉的仓储管理，异宝、天才地宝、鬼石、武技、古籍等全都保管在天仓阁，我们不分灵宝阁和藏书阁什么的，全都放在一起。第1任阁主王奎，还有商阁王麻子，你担任第1任阁主，这次拍卖会就由你全权负责。雨季结束后，你需尽快组建出一批商队，沿路建造站点，并打通和其他势力的生意脉络。战阁周末你担任阁主，大鱼担任副阁主，负责樊玉平日的营地安危和城池内的安全以及外出行动，你们需要尽快提升修为。行阁瘸侯你担任阁主，负责对内监督，拥有监督所有阁主的权利，并对违反樊玉规矩的人进行审判，维护樊玉规矩，并负责审讯等。暗阁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望向满脸郑重坐在一旁的少秋，负责樊玉的对外暗杀、打探情报。你需尽快组建好属于樊玉的情报网络，包括尽快拥有执行刺杀的能力，不要让我失望。制定好规矩后，整个无名山便热闹起来，就连一开始有些社恐躲起来的魏伟，此时也凑出来，趴在城墙外，尾巴不断的拍打着地面，显得有些兴奋。只有陈凡一人，此时正在屋内睡回笼觉，睡得正香，好似做了一个什么美梦般。这些日子累死他了，他得好好睡一觉，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瘸侯他们慢慢去处理吧。陈凡在瘸侯的陪同下，骑着骷髅马驶出峡谷，站在峡谷入口远眺海边，思索着接下来的规划。万里无云，太阳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驱散了不少寒意。而在天边其他3处，则是布满黑云，那是江南、江西、江东3地的雨季。峡谷入口距离海岸线约1000米远，他打算无名山左侧打造一座新城。盘算了一会儿后，他很快选定了新址，就是这新城建多大的是个问题，哪怕等级最低的1级城墙，1米也需10枚鬼石，1000米那就是1万枚鬼石。造个4面均1000米的城池，需要消耗4万枚鬼石来造城墙，消耗极大不说，造出来也是个小城。与其说是城池，更像一个大点的站点。此处并非天然鬼火区，每日鬼火也需消耗鬼石。陈凡坐在骷髅马上，远眺海边，沉默着没有讲话。运灵阁的升级需要海苔，顾名思义肯定在海里获取。如今江北雨季已过，大海风平浪静，可以开始探索了。找几个水性好的人，看能不能潜入海底，找到些什么。就这里吧。陈凡指着无名山左侧那片空地轻声道：“先造个小城暂且用着，让小秋带回来的那些工人可以在此动工了。缺什么材料，山上都是，就地取材就行。”明白。很快，4堵1000米长的1级围墙建筑虚影缓缓浮现在空地上，伴随着4万枚鬼石碎裂并涌入建筑虚影，城墙很快凝实，4面城墙围出了一个空地。陈凡登墙，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形卡，这是他这些日子获取异宝中的几个。异宝名称：平地地形卡。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可将一块长宽个1000米的土地改造成平地。下一刻，地形卡碎裂，城内原本干裂的荒地开始被快速改造。当树隙后，一眼望去，地势平坦，不见裂隙，有点意思。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轻声道：“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地形卡这种异宝，确实有些神奇。一个势力底蕴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储备的异宝有多少，在关键时刻有一锤定音的效果。”紧接着，他站在城墙上，沿直线打造木屋，1000个木屋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城池内，都是最低级的1级木屋，只需2枚鬼石，总共也只消耗了2000枚鬼石。除此之外，还预留了一些空位安置其他特殊功能建筑，比如留有一片空地当做交易区，还有部分区域要修客栈之类的。眨眼间，这座城池已然有了雏形。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这一幕，不由笑了起来。这城池比他想的要大很多。他本以为1000米长的城池不会太大，现在看起来面积并不小，安置了1000个木屋，空间都绰绰有余，还剩下不少空间可以用来安置农田、养殖场等。目前樊玉没有那么多人，这些木屋主要是为一些樊玉基层人员居住，比如新招的这批人，又比如从其他城池搬到这里的凡人等等，差不多搞定了。陈凡走下城墙，可以让工人进场修建基础建筑，动作快点，1月后要完工。打造一座城池可不是仅仅有城墙和木屋就行了，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街道、
排污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通过生活工坊打造出来，然后交给工人去修缮安置，是个麻烦工程。至于铺地的东西倒是不缺，当时丹宗地面上铺着的浴室他们挖出来了好多带走，还有其他基础设施都是从丹宗挖出来的。他又消耗了463枚鬼石，打造一座5级鬼火，安置在城市中央，刚好覆盖整个城池和城池范围，自动贴合修正，连夜赶工。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再次沿着峡谷回到天坑内，以后峡谷内就是梵域的核心区域，其他势力来往商会都将在刚才打造出的那座城池落脚。他要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经济中心，借助大批商队将他物美价廉的商品倾销至江南乃至更远的地方。光靠王麻子的商会为他赚钱太慢了，适当的让利可以让更多商会心甘情愿的为他赚钱。1月雨季结束之后，通过梵域的名声和早已对外宣传的拍卖会，以及他故意放出来的自己是高级建筑师的噱头，这3点引来大量势力参加他的拍卖会，然后再将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展览出来。接下来这些势力自己就会派出商会来此采购，再卖去更远的地方。他相当于瞬间拥有了这些势力多年打造的商路。至于王麻子，只需要去卖那些价值高的商品就行了，比如骷髅马。江南一匹售价3000枚鬼石，主要来源于2家势力。他不清楚是这2家势力联手好了定的价格，还是因为打造成本确实要更高，但不重要。他打造一匹骷髅马仅需100枚鬼石的成本，一来一回就是2900枚鬼石的差价。他以1500枚鬼石的价格卖给其他势力，由其他势力倾销给江南乃至更远的地方。他只赚1400枚鬼石就够了，他比较知足，不贪心，剩下的都是这些势力的利润。只要卖上个1000匹，那就是140万枚鬼石的利润。以江南那么多势力，吃下1000匹骷髅马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么多鬼石给他，他能将整个江北打造成鬼物禁区。更何况除了骷髅马，他还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宝贝啊。当时灭丹宗并没有缴获太多鬼石，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势力的资产流动资金占比肯定不会太多，药材、丹药、武器这些有的是不打算变现，有的是不好变现，再加上丹宗在其他城市的铺子他也都没去，导致他收获不算太多。但如果这个计划成了，那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鬼石从4周涌向江北。他给这个计划名为丝绸之路。嘿嘿，想到这里，拄着手杖站在原地的陈凡望向远处的岩壁，不由走神，嘿嘿笑了起来。他已经想象到自己鬼石花都花不完，将整个江北都围起来，他开开心心的待在江北数鬼石的画面了，想想就令人开心。狱主，狱主！就在这时，耳边响起瘸猴的轻呼声。反应过来的陈凡望向站在自己身后的周末一众人，以及站在面前空地上的数百号人，才回过神来。人选已经挑选完毕，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轮到他该发表讲话了。可回过神来的陈凡站在原地，拄着翡翠手杖望向面前一行人，轻声道：今日是诸位正式加入梵域的第一天。梵域是个新兴势力，很多章程尚未定下，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梵域日后必定称霸江北乃至江南。只要诸位认真做事，梵域定然也不会亏待诸位。接下来找到你们各自的阁主，由你们各自阁主为你安排任务。就这样散了。他简单说了2句，也就没再说什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各个阁主了。不过这几天他发现了一点，那就是这个世界确实个草台班子。小邱以前就是一个站长随从，说句不好听点，上不了台面，但当上后勤阁阁主后，看起来也有模有样的，这让他隐隐觉得，一个人只要坐在某个位置上，就会自动变得看起来像本该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难度就在于要如何坐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不是因为能力出众才坐在这个位置上，而是有点像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后才能力出众。他摇了摇头，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散去后，才走至魏魏身旁，轻拍了下魏魏脑袋，指向天坑中心比划道：这里地底下可能会有地精，就是一种看起来黑金色、极其坚固的天才地宝，你能不能帮我挖出来？魏魏认真盯着陈凡比划动作，思索了一下后，才重重点头，一股脑的爬到天坑中央开始挖掘起来。此处地底极硬，用炮塔都难以轰出一个坑洞来，但其坚硬的地面在魏魏的前爪下却被轻易破开。当日从小妈嘴里得知，那位用锤子将一座山砸出天坑，大量山体被挤压。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会形成天才地宝地精。他不知道地精是什么，但知道是好宝贝，那肯定得挖出来。少爷！就在这时，瘸猴一瘸一跛的走过来，站在陈凡身边，突然有些感慨道：新加入梵域的暗阁阁主少秋，也是个从幼无父无母的孤儿。以前我总说，咱们这帮人基本都无父无母，就少爷你一个人有父亲，但今天过后，少爷你也无父无母，沦为孤儿了。陈凡面无表情的偏头望向瘸猴，你嘴里没屁放了，没话就不要硬搭话。没有。瘸猴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缩了下脑袋，小声道：我其实是想说，我们彼此都是各自的家人，想表达下温馨之类的感觉。挖掘工程还在继续，陈凡也不急，索性就搬了个桌椅，坐在一旁悠哉晒着太阳，顺便监工。1个时辰后，地底微微震动，魏魏从坑洞里钻了出来，冲到他的面前，张开血盆大嘴，紧接着一大堆黑色的金子落在地面上，堆起一座小山。陈凡微微一愣，捏起一块放在手心里观察着。异宝名称：地精，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一种特殊的天才地宝，可炼器。质疑 PS。想要以地精炼器，需要至少7级炼器师才能成功锻造。陈凡陷入沉默，梵域没有炼器师啊，先入库再说。随后陈凡才坐在椅子上轻叹了一口气，这打造一个势力是真不容易啊，去哪找个炼器师加入梵域呢？第2日，一个男人跑到正在营地内忙碌中的陈凡身边，恭敬道：狱主，一个自称齐越的男人在谷外求见。陈凡闻言放下手里的锤子，快请来。没多久，陈凡走出营地，大步迎了上去，笑着道：齐前辈，此趟前来何事？教你的人练剑。齐越如一棵松树般站在原地，面色认真道：
2个月后，我要去杀一批人，可能会死。在这2个月内，我会将我的毕生所学教给你的人。只是我放心不下公羊月，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以此换来你对公羊一族的些许照顾。此趟齐月前来，身旁并未跟着形影不离的公羊月和公羊一月，只身前来，我的人不用剑，用刀也行，差不多都一样。错，陈凡确实希望齐月可以来教自己的人，但他更想要齐月这个人。目前凡域内还没有一个像齐月这么高修为的人。他将齐月带到天坑地面上的木屋内，亲自给齐月沏了一杯茶后，才望向齐月轻声道：“我刚接手江北陈家37号站点的时候，是你告诉我了关于如何在荒原更好生存下去的信息。对于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如果你觉得你想杀的这批人过于棘手，交给凡域，凡域来杀。”齐月沉默了许久后，才摇了摇头，有些自嘲道：“这人你们凡域杀不了，只能我来杀。你小瞧凡域了，我自然知道凡域的实力，只是你们看不见他，只有我能看见他，会隐身。”齐月摇了摇头，没有就此多说，只是眼中浮出一丝淡淡死意。陈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也没有多问，而是换了个话题：“那你喜欢公羊月吗？”“不喜欢，不喜欢。你还一直带着他，是他缠着我的。没好感，有好感，他是为数不多对我好的人。”啧，陈凡咂舌着起身望向齐月，笑了起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我也就不干扰你了。接下来这2月麻烦你了，我的人在那边，有什么需求你尽管提。他指向屋外不远处的周末一行人。在齐月离去后，屋内阴影才缓缓浮现出一人，正是身穿白衣的少秋。不错嘛。陈凡望向从角落里走出来的少秋，轻笑着。他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自然，少秋眼中闪过一丝得意。那一丝魂魄回归后，我的修为差一步变到武王，和他同修为，他自然发现不了我。但随后又有些不服道：“但他太傲了，江北就没有我杀不了的人。他能杀的人，我少秋能杀；他杀不了的人，我少秋亦能杀。你还真杀不了。”他从桌子下面抽出记载着江北老魔和齐月情报的竹简，再次翻阅了一番后，才靠在椅背上轻声道：“他想杀的最后一个人是他自己，他想杀死从前那个懦弱的自己。他一直隐姓埋名，不是为了怕寻仇，单纯接受不了自己的过去。任何人都帮不了他，这个人只能他自己杀。我能杀。”少秋认真思索了一会，如后斩钉截铁道：“如今我实力已恢复，有5成把握杀他。若有地精打造的专武，7成把握；若有地精打造的夜行衣，10成把握。3息之内，我必杀他。”陈凡有些无语的抬头看了眼少秋。你能不能不要一直杀的？他是想了断余生，不是你说的那个杀。他想自己杀死自己，杀死那个拥有屈辱过去的自己，是一个比较凄惨的故事，你能理解吗？我知道狱主。少秋低头讪讪道：“我就是觉得他说话太狂了。什么叫无人能杀，我就能杀？他要不信，我就杀给他看。”哎，陈凡长叹了一口气，没再讲话。他算是看出来，少秋这个人是真的热爱这一行。别说有酬劳了，哪怕没酬劳，只要有人说出江北无人能杀我，少秋就屁颠屁颠的拎着匕首过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证明江北有人能杀你。这得多纯粹的热爱啊！下去吧，没事了。那还要杀他吗？不杀。明白。狱主什么时候下达第一个刺杀任务？至少等雨季过去吧。你现在杀谁去呢？江南商会的会长。滚去运灵阁训你的人去。是。天坑。周末面色认真的站在齐月身旁聆听教诲。齐月细细感应着周末的修为，眉头突然皱起。你的修为上涨速度有点不正常的快，已经快4级修行者了。你声音戛然而止，他瞬间反应过来，望向不远处的1号洞穴，眼底闪过一丝了然，应该是有练功房的缘故。看来樊玉也有练功房，虽然只是新崛起的势力，但这底蕴却一点不弱。只是就算练功房，修为上涨速度能这么快吗？这对路吗？周末站在原地也不知该如何解释。怎么说？运灵阁全天12个时辰不限时开启，再加上给修为丹当糖豆吃，这些是能讲的吗？你没修魔吧？齐月面色有些严肃的沙哑道：“修魔，修魔能更快。”齐月望向有些蠢蠢欲动乃至跃跃欲试的周末，面无表情开口道：“修魔死得快，也死得早。我先得讲述一遍我对于剑的理解。虽然你是用刀的，但世间兵器无二样，总是有相同之处。”太阳下，周末默默聆听着，并耐心细心学习。时间一点点流逝，眨眼间来到了1月后，江南、江西、江东3地的雨季即将结束，而后天也是樊玉早已拟定好樊玉方式开启的日子，拍卖会也会这期间开始。届时各个势力都会来到樊玉，他早向外放出口风了。拍品都准备好了没？陈凡来到仓库，望向在仓库内忙活着的王奎。上次从江北陈家带回来了不少鬼石，足7万枚，这数量可是比丘贺王家近乎多出1倍来了。不得不说，江北陈家还是更富有一点，也带出来几个异宝，不过都不是太值钱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王奎从仓库里钻出来，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喘气道：“这次拍卖会的拍品总共分为3档，第1档就是热场子用的，准备的都是狱主你挑选出来的绿色异宝，有未开包的，也有已开包的。第2档就要更上一档，比如从丹宗带来的那个黄色品级的丹炉和其他一些价值较高的。第3档也就是压轴产品，我们准备了一件，是樊玉为其他势力打造3级城墙的资格，保证清一色纹路，每1米只需2000枚鬼石。”陈凡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些日子据他的了解，天下阁这个由建筑师组成的势力，一大部分收益来源就是为其他势力打造建筑，但这个世界上的建筑师打造建筑比他的花费要高得多。他打造1米3级城墙，成本只需560枚鬼石，其余建筑师打造1米3级城墙，成本需要1500枚鬼石，纹路还是随机的，他还可以保证完全清一色。这个拍品一出，竞争力足够，不错，都准备，方式马上就要开启了。明白。随后陈凡继续在仓库里巡视着，这些日子没花什么鬼石，这里依旧还堆积着10几万枚鬼石，仅只是看着，人心里就觉得舒服。除此之外，还有雨季里攒下来的铜管，全都堆在仓库里。
还有10几万米的铜管可以用。拍卖会只是噱头，方式开启才是真正赚钱的手段。雨季结束，时间来到2天后，各大势力纷纷派人前往樊玉。留在江北城这些日子前去平城检视的齐峰等人，也和药王谷派来人的会合，一同前往樊玉。无名山旁，一座崭新平地而起的城池出现在沿海边，城门上刻有樊城2字，真是气派啊！药王谷少主齐峰作为第一个抵达这里的势力，望向面前的城门和摆放在城门口的2座玉狮子，以及铺设在地面上的石玉和街道两侧的挂饰，恍惚许久后才呢喃着。就是总感觉有些眼熟，很多记忆点，比如那玉狮子正是丹宗的齐谷主、少谷主。守在城门口的陈凡已经迎了上来，双手抱拳，乐呵呵道：“请，里面请。今日是樊玉方氏第1日开业的日子，感谢诸位来捧场。哪里话，哪里话。”药王谷的齐谷主满脸堆笑的同样迎了上去。我可是对那批丹宗的好东西眼馋许久了，说出来也不怕陈玉主你笑话。这次方式我可能就捧不了场，我得将全部资金用来购买那尊黄色品级的炼丹炉。没事儿，没事儿，进去随便看看。陈凡也没在意，只是乐呵呵的笑着，眼里的笑意都快压不住了。不想买，他得让这个世界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物美价廉。就在这时，又有一支势力大车小车的赶来，齐谷主急忙开口：“陈玉主，那我们就先不叨扰你了，先进去了。去吧，去吧，记住了。”齐谷主带着齐峰走入樊城，面色认真的沉声道：“据我得到消息，江西的红丹坊此次也来了，目标和我们一样，都是那尊丹炉。陈玉主肯定会在方室里摆不少好东西，但是我们一个都不能买，全部资金都得拿来买丹炉，明白？”齐峰同样点头，他自然清楚一尊黄色品级的丹炉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如虎添翼，可以炼制出更高品级的丹药，赚取更多的鬼石。踏入樊城之后，映入眼帘的没有商铺，清一色坐在街道两侧的摊贩，足足数百米长，每个摊贩都满脸笑容地望向他们一行人，摊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下一刻，父亲齐峰有些迟疑地指向第一个摊贩：“这个要不买点？”只见这个摊贩面前摆着2座未点燃的鬼火，旁边还竖立着一个牌子：1级鬼火，售价5枚鬼石，更高级的鬼火请私聊。原本打算先去客栈的齐谷主望向这一幕，也不由微微愣在原地。5枚鬼石的1级鬼火，目前普遍一座1级鬼火的价格在50-60枚鬼石左右。哪怕他知道隐情，知道打造鬼火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材料，只需一把枯草就行，但也需要10枚鬼石的成本价。而这里售价5枚鬼石，比成本价都低。他突然感觉自己有点走不动路了，这都是白捡的钱啊！只要买上一批，带回江南，那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他望向这条街道尽头的客栈，深吸了一口气，不买，鬼火负重太大了，带回江南赚不了多少。所有钱买丹炉。这个城池设计得很诡异，走进城门只有这一条路，没有任何岔路。要想前去客栈等其他区域，都必须先走过这条路。至于这么便宜的原因，无非2点：要不就是樊玉拥有打造鬼火消耗大幅减少的稀有质变升级方向，要不就是亏本赚吆喝，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药王谷一开始也是亏本赚吆喝，每家势力都是如此，这个也不要吗？齐月有些眼巴巴地望向另外一摊子上摆放着的2级弟子，只要30枚鬼石，无需额外鬼石供应。齐谷主开始有些隐隐心动，但还是微微咬牙。不要，他开始步伐加快，尽可能的不看两侧摊贩。这里多花1枚鬼石，在争抢丹炉的时候，可能就因为差这1枚鬼石而竞争失败。只要不看就不行动。他快速朝街道尽头走去，直至在街道尽头看见了几匹骷髅马，以及鬼驼和被骷髅马牵引的马车等，旁边价格标得清清楚楚。一匹骷髅马售价15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一匹鬼驼售价20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由3匹骷髅马牵引的马车，售价50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这次齐谷主再也走不动路了，整个人站在这个摊子面前，呼吸渐渐急促，耳根子也变得通红。他仿佛看到了无数枚鬼石在向他招手。骷髅马在江南售价3000枚鬼石，带一匹马回去，抛去路上的花费，至少净赚1400枚鬼石。若是买得多，平摊在每个骷髅马上的成本要更低。鬼驼售价4000枚鬼石，带回去净赚1900枚鬼石。马车售价3万枚鬼石，带回去就净赚8000枚鬼石。这他妈哪是买东西啊，这不是在捡钱吗？几位客官，这个摊子的摊主，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走上前，满脸堆笑的介绍道：“可以随便摸，都是货真价实的骷髅马。”这个老头正是江北陈家的大长老，此时已经归顺樊玉，今日担任此处摊主。父亲齐峰深吸了一口气，将父亲拉到角落里，低声道：“这个没道理不买吧？那是纯捡钱，只要我们拉去江南，根本不愁没有市场的。大批人抢着要，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齐谷主此时也有些难以淡定的不断刮动着鼻梁，如刮痧般。什么是好生意？高利润、高复购、高周转率，但凡占其中一个，就算得上是好生意。但只要买了这批骷髅马拉回江南，那就是这3个全占了，这是顶上加好的利益。只是樊玉为什么要卖给他们呢？樊玉直接拉到江南，以2500枚鬼石的价格售卖，岂不是能赚得更多？这是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明白，很容易有诈。这位摊主，齐谷主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走到摊贩面前，沉声道：“有一事我想询问，樊玉为何不自己将这批骷髅马拉到江南去卖，而且可以卖2500枚鬼石，赚更多？”问得好！站在摊子面前的陈长老，这些日子早已经收到对应培训，从善如流的笑着道：“樊玉是个刚崛起的势力，和江南、江东、
江西各地的商路并没有完全打通，如果樊玉亲自去卖的话，短时间内卖不出太多匹。其二，此举势必会影响原本江南各地售卖骷髅马的势力，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势力对抗。但倘若是大家售卖的话，那大家就是利益共同体，那几个售卖骷髅马的势力敢对你们做什么吗？其三，骷髅马只是个开始，樊玉打算整合各家的商路，打造一个丝绸之路，将樊玉的商品倾销给更远的地方，乃至关西平原，大家一起赚钱，一起吃肉。说实话，在他得知这个计划的时候，他都忍不住有点赞叹少爷的疯狂。此举一旦成了，那所有势力都直接成为樊玉的下游势力了，都成了樊玉在外的触手，势力影响力大幅增加。而且正如旗鼓主所说，售价2500枚鬼石可以赚得更多，但少爷不仅仅要让自己赚，还要让别人赚，大家一起赚，让出部分利润，让大量势力为樊玉工作，让大量势力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商路、人脉等全都为樊玉所用。他不清楚少爷的成本价是多少，如果成本价在1000枚鬼石的话，那绝对是一个极其完美的买卖。如果成本略高一点，成本价在1300枚、1400枚，那就是一个长远买卖了，短期利益可能一般。旗鼓主眼眶通红的直勾勾盯着面前这匹骷髅马，内心在不断挣扎。药王谷是以炼丹起家的，一尊黄色品级的丹炉能增加药王谷的底蕴，并炼制出更高品级的丹药。但正因为旗鼓主靠售卖丹药为生，商路也是极广的，他和江南很多势力都有利益往来。消耗期5万枚鬼石，买下50匹骷髅马，他有把握1日内便以2500枚鬼石的价格全部售卖出去。这一来一回就是5万枚鬼石的利润，倘若买下100匹，那就是10万枚鬼石的利润。这纯白捡钱，只是药王谷的流动鬼石没有那么多，他已经带出来6成了，准备先抢下那尊黄色品级的丹炉。若是买了这匹骷髅马，那丹炉就只能眼睁睁都看着江西红丹坊拿走那尊黄色品级的丹炉了。陈长老笑呵呵地站在原地，也没催促，只是心里却有一种异样感觉。论身份，旗鼓主比他高得多，本是主宰一方生杀大权的大人物，但此刻却极其挣扎，面红耳赤的，这感觉让他心里隐隐有些暗爽。妈的，跟在少爷手下做事，比跟在老爷手下做事舒坦多了，至少干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不用干那些亏心事，干的人晚上睡觉都感觉睡不好。眼看时机差不多了，可陈长老才轻咳一声，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一般，猛地一拍脑袋，满脸歉意道：旗鼓主，在下眼拙，刚才没认出来你。药王谷是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拥有最多10万枚鬼石的赊账权利。你在樊玉方势里可以随意挑选价值10万枚鬼石的商品免费带走，只需在1月内付清鬼石即可。这是你的令牌。只见陈长老从手里恭恭敬敬掏出一枚特制令牌，一个长方形令牌，正面刻有樊玉2字，背面刻着药王谷2字。手持该令牌前往樊玉方氏任何一家樊玉旗下的摊子，均可赊账。旗鼓主有些难以置信的愣在原地，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由下意识开口道询问道：樊玉就不担心我不来付钱？陈长老不由微微一笑，不担心，只是下次拍卖会应该就会出现药王谷的丹炉了。可旗鼓主顿时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不由轻咳了一声，以掩尴尬，但还是有些爱不释手的接过令牌，递给陈长老：那我现在就使用这枚令牌，帮我全都用来订骷髅马，我离开的时候带走。没问题。陈长老接过令牌，走至身后屋子，推门而入，很快又再次出来，将令牌还给旗鼓主，笑着道：已帮你预留66匹骷髅马，还剩1000枚鬼石额度，祝旗鼓主此行顺利。好好好！旗鼓主整个人脸上都控制不住的洋溢起笑容，将这枚令牌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还有其他势力成为樊玉的信任势力吗？在樊玉方氏消费5万枚鬼石，或被樊玉定向邀请，均可成为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那是不是还有2级信任势力？是的，2级信任势力拥有最多20万枚鬼石的赊账额度，20万。旗鼓主不由呼吸一滞，这他妈樊玉这么富吗？整个药王谷的现有鬼石加起来都没有20万枚，他要是效仿陈凡这样去做，一次赊账就给他药王谷赊垮了。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成为2级信任势力，在樊玉方氏消费20万枚鬼石即可。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对不？算是吧。陈长老笑着道。具体还得等旗鼓主弥补其本次费用，才会计入消费进度。明白。旗鼓主咧嘴笑着点头，又忍不住将令牌掏出来，在手里把玩着。令牌后面还有个等级1的标识，也没过多逗留，当即前往街道尽头的客栈推门而入。小二订房。他此时心情极好，非常好，甚至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回江南了。下一刻，站在店门口的小二笑着望向一行人。可是旗鼓主，正是这边请。药王谷是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入住客栈不需额外费用，并拟升房。升房就是比其他势力可以入住更好的屋子。好好好！旗鼓主忍不住再次咧嘴笑了起来。他并不差住客栈这点钱，但这种特权的感觉让他很爽。成为樊玉1级信任势力还有这特权呢？别说，同样是方式，这樊玉方式怎么感觉有种其他方式完全没有的感觉呢？感觉很奇妙。他喜欢。樊城入城处的两侧街道摆满了摊贩，两侧虽有沿路屋子，但都处于房门紧闭的状态。但实际上，两侧沿路屋子都是被打通的，形成了被房屋所包裹的通道。一个个身穿樊玉制式长袍的男女老少正在通道内不断奔跑。报：樊玉1级信任势力药王谷，消耗9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6匹骷髅马，还剩1000枚鬼石额度已计。报：樊玉1级信任势力公羊一族，消耗10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4匹骷髅马和2头鬼驼，还剩0枚鬼石额度已计。报：一剑宗消耗期5万枚鬼石购置了50匹骷髅马，并申请成为樊玉1级信任势力已计，申请通过。
坐在通道尽头快速录下信息的王奎抄起一旁的传音符，王奎联系后勤阁，一剑宗申请成为梵域1级信任势力，我已同意，请加急制造1枚的一剑宗专属的信任势力令牌。传音符那头也很快传来小邱的声音，收到，已加急制造，很快送达。数百息后，一个身穿梵域制式长袍的男人骑着骷髅马从峡谷内冲出，从另一侧进入凡城，并快速来到这个屋子的后门，将1枚令牌供进地上。王奎接过令牌，再次递给身旁一人，拿去交给一剑宗。再报，梵域1级信任势力一剑宗，消耗10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5匹骷髅马和1头鬼驼，以及16座2级地刺，还剩20枚鬼石额度。已记。陈凡此时已不在门口迎接了，这项工作交给了王麻子。王麻子作为梵域的商阁阁主，负责梵域的商会，也是得跟各个势力混个脸熟，见个面。而他则是站在梵域方士街道两侧的屋内尽头，望向在尽头内不断奔跑的梵域成员，脸上的笑意极其浓郁。要想快速将生意做大，让利是必须的，让其他人也能吃到蛋糕是肯定要做到的。而如果想让生意疯狂变大，那一定的账期也是要给的，钱他提供，货他提供，这些势力只要跑腿就能赚到一笔极其丰厚的报酬，这不疯狂才怪了。他对方室内如今疯狂的场景早已预料，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电脑，记账不太方便，只能靠人力，看起来有点累。不过从这些人脸上好像大家都很兴奋，还是缺人手啊。站在一旁的陈凡不由感慨了一句，梵域现在整整247号人，但还是缺人，跑腿的人是够了，但一些专业性的人才不够，比如他现在就缺头脑灵活值得信任的几个账房先生，这样就不用将王奎抽调过来了，能说会道的他已经全都派到梵域方式当摊主去了。就在这时，狱主跟在身旁的瘸猴有些迟疑的询问道，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疯狂了？万一我们顶不住怎么办？赊出去的鬼石一时间收不回来就糟糕了。不会，陈凡轻笑着没有解释。其他人并不知道他打造一匹骷髅马的具体的成本。他打造一匹骷髅马只需100枚鬼石，相当于别人拿赊10万枚鬼石购买的66匹骷髅马。对他来讲，也仅仅是6600枚鬼石的亏空而已，完全可以顶得住。但我总觉得是不是给他们赚的太多了一点？瘸猴有些愤愤不平道。他们甚至都不用出钱，一来一趟就能赚数万枚鬼石，凭什么？不着急，陈凡笑着轻声道，这叫千金买马骨，用实际行为告诉所有人跟着梵域混就有肉吃，让更多没参与进来的势力眼红，渴望跟着梵域一起吃肉。而江东、江西、江南3地的骷髅马市场在这种大规模供应下，短期内很快就会饱和，他们就慢慢降价，1500枚鬼石买的，卖个1700枚鬼石乃至1600枚鬼石都很正常。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势力都跟着梵域吃饱饱了，对梵域的信任度已经很高了，并且渴望吃得更饱。而有的势力可是拥有前往关西平原的商路，我们再借着这批势力，将骷髅马销售到更远的地方，名气越来越大。届时如果有人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都不用出手，仅需一句话，大量势力都会帮我们灭了这个势力，这就叫天下不为我所有，但天下皆为我所用。瘸猴认真低头思索着，隐隐能感觉到这个计划一旦成功，那将是划时代的，没有任何一家势力做到如此地步。但缺陷就是万一失败，就是万劫不复，有人赖账怎么办？95龙辇前压，杀鸡以儆猴，这一日注定是疯狂的。很多势力都是被梵域的名声和拍卖会吸引而来，压根都不知道梵域方式的消息，但在梵域方式转了一圈后，都纷纷红了眼。这他妈哪是江北啊，这不是他们未曾谋面的第二故乡吗？快！在樊城的另一条街道，这条街道负责收购以及让各个势力之间自由交易，其中一间商铺是梵域官方的收购商铺。一个中年男人有些焦急的指向身后一马车的货物，帮我估个价，我全卖了。他本来自江东一个势力，得知雨季过后梵域会有很多势力赶来，特意在雨季结束就拉了一批货物，准备前来售卖。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疯狂，他的势力和梵域并无交集，必须在方士消费5万枚鬼石，才能成为梵域1级信任势力，才能带着大批骷髅马回到江东。但他是出门卖货的，又不是势力之主，只是他们势力负责商会的，身上哪有那么多鬼石？只有3-4万枚鬼石，本来是打算回去食用收益和这笔鬼石再买一批货拉回去卖的。而梵域放出的今日消费5万枚鬼石成为1级信任势力的额度只有20个名额，他和组长商量过后，决定将货物快速清仓给梵域，然后快速购买5万枚鬼石的骷髅马成为1级信任势力，再用10万枚鬼石的赊账额度购买更多的骷髅马带回去。现在名额已经被抢到仅剩7个了，这也是他如此着急的缘故。这压根是白捡钱啊！主要是没有任何风险，风险全部都是梵域单，他们只需来回跑一趟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规矩我都懂。中年男人有些急促道，这批异宝都是未开包异宝，没时间鉴定了，你们直接打包收了吧。客官莫急。陈家二长老乐呵呵地走出来，招了招手，店内走出几个小二大包小包的，将货物全都搬回屋内，才开口道，我们掌柜的先大概过目一遍，再给你个具体的数，麻烦你们快点，我这里有点着急。理解。店铺内，陈凡坐在内屋，快速扫过每个异宝的面板，数量真不少，白色异宝为主，绿色异宝有个7、8件，最后视线停留在了一块翡翠玉牌上，异宝名称：建筑师令，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凭此牌可成为建筑师，简简单单的效果却蕴含着巨大的利益。陈凡突然忍不住笑起来，果然人多了之后，这宝贝就自己送上门了。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成为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一件压轴拍品。至于其他异宝，有不错的，也有差的，他准备全部收了，用于梵域商会储备。半晌后，他给出了一个合适的价格，望向站在内屋等候吩咐的袁陈家二长老，轻声道：
报价1万枚鬼石，看他卖不卖，可继续加，但不能表现出太着急。明白。陈家二长老面色恭敬点头后，才大步走出屋外，望向焦急等候的中年男人，轻咳了一声。掌柜已经估完价，回收价格8000枚鬼石。其中话音未落，成交。中年男人神情激动地催促道：“快快，鬼石给我，货都给你们了。”陈家二长老嘴角微微抽了抽，他本来想着再抬到1万枚鬼石，让对方感觉他真的让利了，没想到对方这么着急的，当即摆了摆手，身旁小二快速清点鬼石递过去。接过鬼石的中年男人没有丝毫犹豫，带着自己的手下就朝隔壁那条街樊玉方世街冲去，生怕慢一步，樊玉1级信任势力的名额就被抢完了。真是，他望向男人离去的背影，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幸好他以前没欺压过少爷，才能得以捡回一条命，并有幸见证樊城的繁华。虽然他已经老了，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自己好像迎来了事业第二春。夜深了，还未离开樊城的势力都在客栈内休息了。陈凡则是回到了无名山天坑内的1号洞穴内，如往常一样坐在城墙上的摇椅上，听着耳旁绝侯几人的兴奋声。少爷，绝侯有些兴奋地汇报道。第一天成果非常完美，20个樊玉1级信任势力的名额全部被抢完，总共卖出去了1509匹骷髅马和129匹鬼驼。马车买的较少，只卖出7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赊账的，只有138匹骷髅马和49匹鬼驼和4辆马车是付的现款。这部分共进账刚好是50万枚鬼石整，剩下的再加上药王谷、欧阳一族总共22个樊玉1级信任势力，全部将赊出去的鬼石送过来后，能再到账223万1500枚。绝侯仔细数了半天后，才有些声音不由发颤道：“能再到账200多万枚鬼石，这个数字已经吓到了他。他这辈子没想过会有朝一日看见鬼石能用100万级的数字来形容。”王奎也懵逼了，他今天累了一天，只知道生意爆火，但在看见具体数字时，他也懵了。他以前在秋鹤王家干1年，赚120枚鬼石，这些鬼石相当于他在秋鹤王家干18595年。狱主，这到底是怎么赚的？怎么比灭丹宗收益都要高得多？陈凡坐在摇椅上摇晃着，笑着没有讲话。第一日开门红，第二天天亮了，陈凡在营地内逛了一圈后，才来到2号洞穴内的载具工坊，消耗了1万鬼石，将载具工坊从4级升至5级。载具工坊升至5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时间；2.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费用；3. 略微降低载具耗能。肯定选1，这个不用讲。而升至5级后，多出了一个新的可打造载具，也是载具工坊第5个可以打造的载具。5. 巨龟大型载具，最多可乘坐数百人，移动缓慢，负重能力极强，打造所需1000枚鬼石。陈凡望向面前这个新打造出来的载具信息，思索着没有讲话。他没想明白这个载具能用来干什么。下一刻，他消耗了1000枚鬼石，打造了一台巨龟。这台载具和其他载具制造过程不一样。只见载具工坊的出口突然打开，无数道光线从内部射出来，在洞穴外的空中缓缓构建出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巨龟。当线条凝实时，一个浑身由骨架组成的巨龟缓缓组成，一个绝对的大家伙。他试了试爬行速度，爬起来的速度相当于正常马匹的速度，比骷髅马慢得多，但比人类走起来却又要快得多。陈凡有些迟疑地望向面前这个载具，这个载具的作用很明显，就是负重能力极强，可以一次性搬运大批货物。只是这玩意儿会有人买吗？就这速度也太慢了吧！先放市场上去，有没有人买再说。他还想将载具工坊升至6级，但已经升不了了。升至6级需要消耗2万枚鬼石和亚骨、血魔骨等天才异宝中的其中一个，他暂时没有，不过不要紧，很快就有了。陈凡对自己的丝绸之路计划满意的笑了起来。这个计划不仅仅是赚取鬼石，像这些升级所需的天才地宝，靠自己一个坐落在江北的势力去找，那得找多久？但有这么多势力帮他一起找，那就不一样了，速度大幅提升。狱主，就在这时，今早没有第一时间去樊城，而是在仓库里清点货物的王奎气喘吁吁地冲出营地，一路小跑来到陈凡面前。仓库内鬼物骨头快用完了，所剩不多了，鬼骨用完了。陈凡微微一愣，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材料。打造骷髅马需要100枚鬼石和少许鬼物骨头，但他很少在意后面那个要求，就像是打造一座鬼火需要3枚鬼石和1把枯草，没人会在乎那把枯草。雨季里，他获得了大量鬼物骨头，全存在仓库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用完。他眉头微微皱起。你把营地内快用完的东西都列个清单给我，我拿去挂在樊玉方室内求购。好。就在这时，魏魏从洞穴里探出脑袋了，仿佛听见了两人的对话，偏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后，才走到陈凡脚边，不断用脑袋抵着陈凡大腿。什么意思？陈凡有些诧异。你是想说你知道哪里有大量鬼物骨头？走。他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翻身趴在魏魏后背，任凭魏魏带自己冲出峡谷。这家伙在山上埋了这么多好东西吗？等等。在冲出峡谷后，陈凡不由回头望向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无名山，茫然道：魏魏，你是不是跑错了？没上山，而是朝海边冲去了。他承认自己有点怕水，他不太会游泳，所以也很少来海边。魏魏驮着他一轮狂奔，很快便来到了海边。将他放下来后，开始用前爪狂挖。陈凡一个人拄着翡翠手杖站在海边，远眺天边，看不见尽头，也不知道另外一片陆地距离自己有多远。雨季结束后的大海风平浪静，风不大，浪也不大，看起来就很适合出行的样子。耐心的等待着魏魏挖洞，也不知道能挖出来个什么东西来吗？脚下不是沙滩，是戈壁滩，很硬，也就魏魏能挖得动了。反正他是挖不动。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魏
魏魏从洞口里钻了出来，并满脸兴奋地邀请他下去。走，陈凡跟着魏魏也下洞。每次和魏魏挖洞，他就总有一种盗墓的感觉。这次盗洞没有很深，很快便抵达底部。底部豁然开朗，好像地底本身就有一个洞穴，周围没有发光物，只有顺着洞口的自然光照在底部，勉强能让他看清脚下是鬼物骨头。至于周围，则是完全看不清，一片漆黑，不知洞穴有多大，也不知黑暗里有什么。魏魏，陈凡有些警惕地将翡翠手杖紧紧握在手里，并拍了拍身旁的魏魏，内心这才多了点安全感。眼睛从四周黑暗里扫过。带我上去吧，我不是很喜欢探险，这里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下一刻，洞穴内突然被刺眼强光点亮，一道形成的光柱将陈凡和魏魏强行推出洞口，并准备冲向苍穹时，啪！魏魏抬手一巴掌将光柱拍了下来，使其在地面形成了一个大约1人大小的光幕。光幕上有字：世人称我不灭天师，奉命镇守江北，不敌城破人亡落败，无数鬼潮涌进江北，生灵涂炭。本是江东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刎于江北，并留下一番传承。若后人有幸踏入此地，希望留下的东西能对你们有用。3日后，传承试炼开启，人人均可进入。主要传承为建筑师传承，其他方向也略微涉及一点，但不多。陈凡望向面前的突然变动，愣了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这里竟然就是丹宗玉简里记载的上古遗址，被他给遇到了，或者说被魏魏给挖出来了。此时洞口已被光照堵住，很明显无法再进入，只能3日后进入。只是他面色古怪地望向一旁的吞天鳄，原本这道光柱是应该直冲苍穹，光幕在空中绽开，将此处传承试炼开启的消息告诉所有人。结果光柱刚飞出洞口就被吞天鳄一巴掌给拍下来了，导致没有冲到天上，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了这个光幕里的消息。就在他准备正说些什么的时候，只见趴在一旁的吞天鳄突然张开血盆大嘴，将这个在空中写满字的光幕一口给吞了下去。喂！陈凡有些懵逼的下意识吼了出来，只是已经晚了，这家伙还有些意犹未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魏魏又爬到洞口，一爪子拍下去，给堵住洞口的那个光照一巴掌拍碎，才偏头望向他，不断摇晃着尾巴，像是在他示意他可以下洞。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眼前这一幕，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良久后才翻身爬上魏魏后背，跟魏魏再次下洞。他算是知道那位为什么要随身携带2头吞天鳄，这家伙是不是对这种阵法之类的存在有破阵效果啊？一个筛选传承者的上古遗址，在魏魏2巴掌面前成为他的一人形了。这个上古遗址已经存在很久了，既然魏魏能找到，那魏魏的父母也没道理找不到。此时已经下洞，周围变得明亮起来，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难道是那位看不上这个上古遗址？随后他看向洞穴内的4道光幕，第一个光幕上写着一行字：世人称我不灭天师，本次所留下的传承主要为建筑师传承，故考核主要内容也关于建筑师。第一关，哪种材料属于隐藏万能材料，可用于绝大部分建筑的升级和打造，书写在光幕上即可，输入正确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陈凡眼中闪过一丝茫然，第一关就上难度吗？这他还真不知道。看来上次永夜结束后，很多消息都断层了，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魏魏。或许是感觉了陈凡情绪的魏魏，此时显得极其臭屁，缓缓走到光幕面前，抬手就是一爪，砰！光幕碎裂。陈凡就这样走到了第2关。在第2关区域地面上摆放着40-50枚石头，每一枚石头都被光幕所包裹。他试了试，无法拾取。通过第1关就可以捡取1个石头，他不是正常通关的，所以也没有哪个石头褪去这个如保护库的光幕。不过，只见魏魏挨个给每个石头一巴掌，所有石头的保护壳全都碎裂，任君拾取。陈凡有些微微古怪，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拿起一枚石头查看其面板。人家上古强者临死前布下传承，想着培养下后人，他就这样开挂般闯进来，一个人拿走全部传承，是不是有点不好？魏魏这手段也太离谱了，这不是天生的上古遗址克星吗？4级鬼石，通体呈蓝色，如深海的那种蓝，偏黑，带着一种深邃感。仅这么一枚，就价值1000枚鬼石，这里加起来大概有45000枚鬼石左右，挺好。他咧嘴笑了起来，他就喜欢这种开挂的感觉。不得不承认，还得是前辈，有2个吞天鳄，那开起来肯定更爽。这批鬼石全被魏魏吞了进去，他拿不下，但魏魏的腹部空间很大，相当于一个随身携带的戒子室。第2关也有考核。第2关，3息内打造出一座鬼火，打造完成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他能做到，甚至能更快。但有魏魏在，他都不想浪费这3枚鬼石。啪！魏魏抬手再次一巴掌，光幕碎裂，地面上堆满了10几个已开包的白色异宝，和第1关一样被白光包裹着。魏魏也没多墨迹，挨个一巴掌，都是跟建筑师有关的，比如异宝名称白玉扳指，异宝品级白色，异宝效果建筑师佩戴该异宝，打造建筑时略微降低鬼石的消耗。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脖子上现在挂着一个白玉无事牌，是个绿色品级的异宝，效果也是这个。这10几个开包的白色异宝，基本都是这个效果，不过对他没有任何用。他带这个白玉无事牌，单纯是觉得品质还不错，当装饰品带的。他又不是建筑师，压根不符合使用条件，全收起来了。他不要，但是其他人会要，挑几件放拍卖会上去。随后他才望向下一关的要求。第3关，任意背出一个绿色及以上品级建筑的打造心法逻辑，并在光幕上手绘出蓝图，其他人不得背诵同一建筑，背诵完成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幸好他是以非常规手段进入这个上古遗址的，不然他一个东西都带不走。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打造一个建筑还需要打造心法和逻辑吗？不是只需3步吗？第1步，打开永夜领主面板；第2步，准备足够鬼石和材料；第3步，点击确认建造，完成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退后1步，示意微微可以上场了。这个世界的建筑师好可怜啊，需要背这么多东西，这得多累啊！怪不得很少有建筑师自己担任势力之主呢，天天忙活着这些东西，哪有心思管理势力呢？啪，微微一爪下去，光幕碎裂，考核通过，成功进入第3关的奖励区域。地面上堆满了建筑蓝图，共12张，基本都是常见的，比如箭塔、城墙、风塔之类的。有2个绿色品级的比较少见，是他没有的。异宝名称：防空炮塔，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建筑蓝图可打造对空敌人的炮塔，炮口对天，无法攻击地面敌人，有效攻击距离可突破营地高空范围限制。异宝名称是神炮，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建筑蓝图，城防建筑。总算是有个好东西了。陈凡望向手里这个2个建筑蓝图，神情满意的不断点头。防空炮塔不用多说，自从他灭了丹宗后，就一直在找类似建筑的蓝图。毕竟他能这样杀敌，说不定就有人能这样杀他，得做好准备，这样敌人来时才心不慌。至于那个是神炮，则是新的城防建筑，也不知威力比起箭塔来讲如何。1级绿色品级是神炮的威力，和5级白色品级炮塔的威力比起来如何？当然，同为5级肯定就不用比了，那肯定是神炮强，毕竟高一个品级。不错，他对这关的收获便是满意，这才勉强配得上不灭天师的名号嘛，不然起这么大个派头，就留下这么一点东西，实在是有点不太匹配。第4关，也就是最后一关的光幕上，同样有一行字：最后一关，现场打造一个任意建筑，直至打造出质变升级方向为止，仅1人可以进入此关。对于建筑师来讲，运气也很重要。这个还真是看运气。陈凡有点没脾气，这个就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哪怕他拥有永夜领主面板，也是看运气才能打造出质变升级方向。不过比别人概率高了那么一点点，至少他能看见面板，在3个里面做出选择。别说这个传承的每一关还真挺难的。下一刻，魏魏再次上前一巴掌，光幕碎裂。这里也是洞穴的最深处，摆放着1枚玉简以及1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还有1枚戒指，同样被白光笼罩。魏魏再次挨个一巴掌。这个传承比较简陋，或者说并不是那种早就谋划好的传承，而是江北城破人亡自刎前匆匆忙忙的给自己挖了一个简易墓穴，确保自己尸首不被鬼物吞噬的同时，也能留下点东西。他先将玉简拿在手里。老实讲，这个传承里他最好奇的其实是这个传承方式，比如在光幕上设定好条件，当闯关者完成条件后，光幕会自动判定成功并识别，然后进行对应举动。整个逻辑本质上其实有点像电脑。如果他可以搞到这个的话，内凡玉方式的记账就会方便很多，包括势力日后大起来，各个部门的联动也会方便快捷很多，调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玉简是个信息玉简，他已经很熟悉了，一种比竹简更高级的记载信息的方式，能储存较长时间，且信息不会伴随着时光飞逝而丢失。将玉简握在手中，他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则画面，这是一个记录了画面的玉简，具有留影留声功能，要比寻常玉简更加高级。那是陈凡望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微微一愣，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他不由自主下意识产生一种快点躲起来的想法。整个江北170公里，沿海线一度如长龙般蜿蜒的城墙，将整个江北和深海分割2开，宛如一条分割线一般。他从高空视角俯瞰着下方的这个战场，城墙表面以艺伎的符文矩阵被点亮，在永夜中散发着刺眼的光芒，看起来就像是一条170公里长的燃烧着的纽带。都是4级城墙，足足15米高，看起来就像是根本无法被攻破的城墙。但远方海平面上一道不断升高蠕动的巨浪正在快速朝岸边拍来，直至重重拍在城墙上后才反应过来，那根本不是海浪，而是由数十万头鬼物形成的活体海啸。成千上万座炮塔开始轰鸣，整个江北都在震动。这场战争之大，足以记入史册。城墙上无数修行者在跑动，城墙后大量骷髅马疯狂地在荒原上来回穿梭，将一个个资源送入前线。一眼望去，像是无数只蚂蚁依靠城墙来对抗神明的惩罚。但此时已经是战争尾声了，这堵堪称天堑的城墙已经有不少地方被冲垮，越来越多的鬼潮冲入荒原，开始屠杀后方的后勤补给人员。这场战争应该是8000年前的，因为他看见了无名山，那个时候就有无名山了。那时候的无名山还没有垂坑，且海岸线看起来和如今没有太多变化。陈凡沉浸式感受着面前这个画面，沉默着没有讲话。他能依稀看见那4级城墙上的纹路并不是清一色的。如果这些城墙上都是清一色的鬼血纹路，在如此之多的鬼潮攻击下，能吸取大量的鬼血来让城墙变得更硬，从而以战养战。170公里清一色纹路，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做到的。天下阁做不到，不灭天师做不到，哪怕更强的建筑师都做不到，除非不惜代价将纹路错误的城墙拆掉重建，一直重复，消耗大量资源打造一条清一色鬼血纹路的4级城墙。但这显然不可能，有这资源都足够打造一条170公里的5级城墙了，但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而且这些人怎么没有铜管？每个炮塔竟然都需要专人守着，不断填充鬼石。铜管明明只是一个白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以前竟然没有铜管，就意味着没办法将城墙和祭坛相连，城墙没办法自我恢复，难以自我恢复的城墙，哪怕再硬，也会有被磨倒的一天。如果这批资源
源交给他，由他亲自来打造江北防线，根本不可能被这些鬼巢攻破，来多少都是送，输得太可惜了。他看得出来，这场战役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但终究还是没将鬼巢拦在江北防线。如果让他来的话，会是另一个结果。画面渐渐碎裂，陈凡也收回思绪，望向脑海里的永夜领主面板，突然对4年后的一战有了底气。原来是未知的恐惧，不知海底鬼巢到底有多强。现在他有数了，只要他的江北防线建成，没有鬼物能冲过他的防线，来多少都是死。预检里还有其他信息。你可能听过我不灭天师的名号，除了失守江北这件事，我的人生有不少功绩。我这人生最大的2个遗憾，其一是没有守住江北，其二就是临死都没参悟明白那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它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建筑蓝图，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曾经亲自打造过一座蓝色品级的建筑，黄色品级之上是蓝色，要比黄色高一个品级。虽然只成功了寥寥数次，失败的次数更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蓝色品级的建筑，我有了天师的名号。我打造过不少黄色品级的建筑，其中较为简单的有载具工房，较为复杂的有肇星台，唯独临死前一直放在身上的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我始终参悟不透。你能走到这里，说明你对建筑师的造诣不弱。如果有朝一日你参悟了我留下的这张建筑蓝图，也算了却我人生一桩憾事。陈凡面色微微古怪地望向手里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薄如蝉翼的纸张上面绘画着一个看起来确实较为复杂的建筑，至少比箭塔城墙这种复杂许多倍，看起来确实难以参悟。但还好他不是建筑师，面板上写的明明白白，一眼便知。只是陈凡有些微微遗憾，如果能将那个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也随身携带就好了，让他也参悟参悟。营地至今只有一座黄色品级的建筑，就是载具工房，他还没见过蓝色品级的建筑有什么效果呢，让他也开开眼。樊玉如今看起来有些规模，但底蕴还是有些不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营地内的主要建筑依旧是以白色品级的建筑为主，绿色建筑都少见。绿色建筑只有一个仓库，黄色建筑只有一个载具工房。建筑的等级固然重要，但品级也尤为重要。以仓库举例，无论是芥子式的效果，还是储存天材地宝的效果，这是木屋哪怕等级升再高都无法做到的。但高品质的建筑蓝图又岂是那么好获得的？也是来到这里才获得了防空炮和式神炮这2个绿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营地内目前还储备港口的建筑蓝图，只不过这个一直没用到而已。其实还有一个黄色品级的建筑观星台，效果是可观测一大片区域的鬼巢动向。不过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算是奇观。手里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是樊玉的第2张真正意义上的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异宝名称通天柱，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建筑蓝图打造完成后，可拥有一根通天柱，就是一根柱子，比较高，数百米高。只不过图纸上的阵纹之类的画的比较复杂，看起来确实不太能看明白，具体效果没细说，得打造完成后才知晓。试试。陈凡扫了眼四周，将玉简和储物戒指都收入怀中，并捏碎手里的这张建筑蓝图，快速翻身爬上魏魏的后背，返回无名山。这个东西如果成了的话，是很强的。很快，陈凡来到无名山的山顶，也就是魏魏老巢旁边，深吸了一口气后，5000枚鬼石随之碎裂，紧接着面前快速浮现出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通天柱，伴随着快速凝实，一根巨粗无比的柱子矗立在悬崖旁边，旁边悬崖下就是天坑营地。他抬头望向面前这根逼入云端的柱子，数百米，外表很怪，并非笔直光滑，而是呈现一种近乎悲怆挣扎向上的扭曲姿态，宛如荒野上的野草般，非石非金，材质极其粗糙，不是圆柱，横截面是正方形，顶部和底部一样宽，10米宽，表面雕刻着各式他看不懂的符文和纹路。柱子底部有个小门，推门而入能来到柱子的内部，内部是空心的，底部有一个石板，旁边还有一个预制按钮，按下按钮后，石板会宛如电梯般将他送到柱子顶端。陈凡独自一人走进通天柱内部，站在石板上，按下旁边的预制按钮，脚下石板缓缓上升，很快便将他送至通天柱顶端。他出现在了一个长宽均10米却悬于100米高空的顶端平台，眼前画面极具冲击力。他妈的！耳边风声呼啸而过，陈凡下意识紧紧趴在平台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朝平台边缘处挪去，朝下方望去，目之所及，江北荒原像一张无边无际皱褶横生的死皮。他看见了樊城，小小一个，矗立在荒原上，隐约还能看到不少骷髅马和行人在樊城内来回穿梭，好像有人抬头望他。理性告诉他这里绝对安全，但身体的本能还是让他有些双腿发软。这他妈也太高了！陈凡发现自己好像有点恐高，他现在脑海里就只有一个问题：万一自己掉下去了，翡翠手杖能不能护住他性命？能不能让他活下去？他是一个喜欢做实验的人，有想法就要试一试，但此时他不打算做这个实验，没人做实验拿自己做的，至少得找个小白鼠吧。呼，他深吸了一口气，才趴在平台边缘处望向通天柱的面板。面板很简单，可在雨季吸引闪电，并将能量聚集起来，需要时爆发出去以御敌或作他用，攻击范围可超过营地范围，升至下1级，所需1万枚鬼石，目前储存进度100%。这玩意儿就是个避雷针，但比避雷针强点，可以引来闪电，并储蓄起来。来得晚了点，如果雨季前来就好了。不过这里倒是一个不错的观测点，一览无余。不考虑高度的话，视野挺不错的。他没再久留，顺着通天柱内部快速离开，没再升级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短时间内用不到，得等明年的雨季。不过要是能连续储存4个雨季闪电的通天柱，那等4年之后的大战，或许有奇效。回到地面上，重新感受到安稳的陈凡，抬头望向面前这根通天柱，咂舌道：“
为什么非是4年呢？他已经为樊玉制定了一系列的4年发展计划，争取在4年内把各项指标都完成，统称4年计划。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拿起来后，里面传来周末的急促声音：“狱主，有人在樊城闹事，被我们拿下了，等你前来定夺如何处置。”陈凡眉头微微皱起，趴在魏魏后背快速抵达山脚，并传音少秋，让少秋跟上他，然后才坐在95龙辇上朝樊城疾驰而去，随便拉了一个樊玉成员当车夫。这95龙辇驾驶起来还是没什么难度的，其实他也可以驾驶，但多少有点不雅。很快，95龙辇驶进樊城，樊玉方氏街道依旧热闹，但有不少人聚在一起凑热闹，还时不时能听见一些求饶声。陈凡从龙辇下来，望向旁边聚在一起来自各个势力的商会，在看见陈凡的一瞬间，周围吃瓜群众瞬间散开，7、8个男人被樊玉成员捆住按在身下。正处理此事的周末见陈凡到来，急忙上前小声汇报道：“这帮人身上没有身份标识，今早入城，其中有个建筑师。进城后，这个建筑师就在方氏尽头角落开始打造鬼火、箭塔等建筑。不过在即将成型的一瞬间，突然散了。我率领战阁的人及时出现，并拿下这伙人，言简意赅。”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站在街道上，望向被按下身下的这几个未知来客。很久以前，他获得了一件异宝永业地契，效果也很简单。安置后，领主将对营地范围内的土地拥有绝对所属权，未经允许，他人无法在营地范围内打造或安置任何建筑。这里是他的营地范围，想在他的营地范围打造和安置建筑，自然是不会成型。他望向周围城墙，此时雨季已过，不会有鬼物冲击城池，所以他没有在城墙上安置太多炮塔，也就安置了20座4级炮塔，属于做样子的威慑。陈狱主，误会，都是误会。其中一个被压在身下的男人艰难抬头望向陈凡，颤声道：“我们是来樊玉行商的，想展示下我们势力的建筑师实力。其他势力如果有建筑需求，可以找我们，不是来闹事的，都是误会，误会。”陈凡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理由其实说得过去，但仔细一想就不对了。你打造一座箭塔想展示下自己实力，还勉强能算说得过去，但打造鬼火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展示实力的问题了，那是准备用鬼火启动箭塔了。不出意外的话，这帮人是准备制造混乱，然后还有另外一批人准备趁混乱做些什么。他看了眼四周其他势力的商会，那批人说不定此时就在这里看着呢。瘸猴少爷，我在。身为行阁阁主，你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负责审讯这几人，带回营地，撬开他们的嘴，问清楚背后的势力以及来此想做些什么。明白。瘸猴面色严肃的点头应下，并带着自己的人将这几人束缚起来，押上马车，朝无名山营地内驶去。一点小插曲。陈凡望向周围一众吃瓜群众，脸上写满了温和，笑着道：“没什么事儿，都散了吧。”随后他才进一旁的屋内，站在屋内的陈凡看了眼在屋内奔波的一众樊玉成员，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轻声道：“瘸猴，人别带回营地，带到无名山后山去。”随后才望向身后角落的阴影里，少秋，你跟上去看看。是。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响起，屋内角落阴影不经意的扭动了一下，再无变化，有点意思。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坐在屋内椅子上，给自己倒了杯凉茶，一口饮尽，眼睛微微眯起。樊玉如此出头，肯定会引来觊觎，只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江北方市角落里，吃瓜群众中，两个男人在看完全程后，才彼此对视一眼。混在人群里，一道信息通过意念传至远处，予以上钩。另外一边，坐在马车上，正压着闹事几人准备回营地的瘸猴，在刚离开樊城不久后，便收到了少爷的命令。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听令没有进入峡谷，反而是顺着一旁的山路朝无名山后山驶去。只是刚到后山，瘸猴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瘸阁主！”只见少秋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树上，正坐在树杈上望向他。狱主有令，这批人不对劲，让我盯着他们，你最好也躲远一点，免得被误伤。瘸猴望向坐在树上的少秋，眉头紧皱，沙哑道：“令牌呢？”少秋晃了晃手中的暗格阁主令，瘸猴同样掏出自己的阁主令，感受到表面传来一阵温润感后，才放下警惕之心，带着自己的手下快速撤到马车四周。坐在树杈上的少秋望向下方停靠在山林里的马车，有些兴奋地呢喃着：“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他迫切地想让暗格有一次行动，只有实战才是最好的历练。其实他也不知道这几人会有什么异常，但狱主既然让他盯着这批人，说明这几人肯定有异常情况。就在这时，坐在树梢上的少秋突然眉头忽皱，望向不远处。很快，只见易其月双手背负在身后，脚下踩着青光，缩不成寸，快速来到马车前，旁边还盘旋着一柄袖珍清风，时不时发出嗡鸣声。“你来了。”少秋望向来人，把玩着手里的匕首，眼里闪过一丝冷冽，笑着道：“其实你不用来，这里有我就够了，我控得住场。”齐月双手背负在身后，站在丛林间，视线从少秋身上收回，落在那辆孤零零的马车上，平静道：“狱主换我来。”说马车上里的人不对劲儿，可能需要我出手。倒是你，修为比上次高了不少，提升很快。嘿，坐在树杈上的少秋晃动着双腿，偏头笑着。以前我的一魄被那女人所拿捏，储存在魂牌里，如今狱主已经归还了我这一魄，实力和修为自已恢复。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无名之辈吧？我巅峰战绩可是刺杀过11级武王的。齐月眼神微动，他听说过魂牌。正当齐月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里面的人不再挣扎，站在原地的齐月瞳孔微缩，盘旋在身旁的袖珍清风突然激射而出，直指马车。被3匹骷髅马所牵引的马
马车瞬间碎裂，连同那3匹骷髅马也化作骨渣。马车里的几人落在地面上，只是此时已经晕厥过去，皮肤表面不知何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看起来极其瘆人。一旁的少秋注意到这几人身上的纹路后，面色瞬变，身子迅速后撤，眨眼便消失原地。与此同时，留下一道急促声：撤！这是9天神魔纹。齐月几乎是在少秋声音响起的一瞬间，便瞬间后退，消失在丛林间。下一刻，轰！这几个身上布满纹路的男人身子瞬间炸开，漫天血雾笼罩了整片丛林，声音之大几乎响彻无名山，就连地面都在隐隐颤抖。当几人再次返回原地时，已不见马车，也不见那几人，只有出现在地面上的一个深坑。狱主少秋有些面色阴沉道：“那几人自爆了，是9天神魔纹，这是一种上古时期留下的极其歹毒的纹路。狱主，你那边可能有危险，你注意安全。”我马上到。说罢，少秋身子化作一团灰雾，在丛林间不断起落，快速朝山下赶去。齐月同样紧跟在少秋身后。不过很快，少秋和齐月同时收到消息，调转身子朝峡谷入口处赶去。对方的目标并不是樊玉。狱主传信，有敌人潜入峡谷，绞肉机未开启，尽量活捉。坐镇在樊城的陈凡听着樊玉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和不影阵闪过的画面，面色平静。樊玉如今风头正盛，有人眼红很正常。他要做的事就斩断一切向他伸手的人，并顺藤摸瓜。樊玉峡谷留守在营地的樊玉成员已经全部收到消息，回到洞穴内躲了起来。城墙彻底封住洞穴，整个峡谷内再无一人，极其安静。峡谷入口处，一批死士已悄无声息地潜入峡谷。为首男子看了眼峡谷岩壁两侧，轻松了一口气。峡谷绞肉机并未启动，这意味着樊玉鬼火已被炸毁，并未继续深入，而是身子和岩壁紧紧贴紧，如变色龙一般，近乎贴合在岩壁上。陈凡此时还在樊城，如今的樊玉所有城防建筑均已失效，他们要做的是躲在这里。当陈凡收到消息，匆匆忙忙赶回樊玉时，这条峡谷便是陈凡的葬身之地。一个建筑师，哪怕有灵宝护身，也难以在数十个刺客的舍命一击下存活。这是他们为陈凡布下的杀局。数十个身穿褐衣的死士，此时宛如死尸一般，一动不动贴在岩壁高处10数米的位置。此地是峡谷中心位置，距离峡谷入口500米处，一个足够令人放松警惕的位置。很快，男人意念里收到信息，鱼儿已出城，朝樊玉驶去。来了！就在这时，一辆被9匹烈焰龙马所牵引的95龙辇快速驶入峡谷，刺杀。在95龙辇驶入提前计算好的指定地点时爆发了，两侧岩壁几乎同时响起数声击阔紧绷到几次的蹦声。金刚飞索深深潜入马车前后方不远处的地面与岩壁，瞬间在峡谷通道内构成了数道交错低矮的钢铁半阵。马匹的嘶鸣声响彻在峡谷，这些钢索并没有切断烈焰龙马的双腿。9匹烈焰龙马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撞断一道道钢索。他们来之前自然知道95龙辇的手段，但仅仅只是阻挡一瞬，已然足够。几乎同时，另一批刺客从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坐在车前的马夫射出一轮短粗淬毒的破甲弩箭，马夫必死。真正的杀手锏紧随而至，弩箭尚未命中，紧贴岩壁上的一众死士从岩壁上猛然弹起，以比自由落体更快的速度顺着车窗冲进车厢里，化作一道道模糊残影。整个刺杀过程从第一根绊索弹出到死士冲入车厢，拢共不过一息。原本空旷的峡谷瞬间被飞索、淬毒弩箭以及从天而降的死士布满，杀机尽显。然而，当淬毒弩箭精准命中车夫时，并未见血雾爆出，反而听见传来金属碰撞声。摘下斗篷，担任车夫的赫然是齐月，面色冷峻的剑指伸出，剑光涌荡在身边。数个尚未冲进车厢的死士身上溅起血花，重重跌落在地面。他转头揭开车帘，望向车厢内部。狱主可还好？还行。车厢内极其空旷，陈凡坐在椅子上，将翡翠手杖抱在怀里，慢悠悠地品着茶，而身旁则是摆放着4座3级剑塔和一座鬼火。明白了，陈凡轻点了下头。你的意思是，你马上要退甲了？你是答应借给他几枚灵甲，但是要等退甲后，而不是让他现在上手撬下来。魏魏闻言，眼眶通红，布满泪光的不断点头。终于有人懂他了，你要退甲了？陈凡望向魏魏，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后，魏魏重重点头，兴奋地低吼了几声：“厉害啊！”他不由笑了起来，这岂不是说明魏魏的实力又要进一步增强了？就在这时，赵生平悠悠醒了过来，满眼泪汪汪的委屈道：“狱主，他真的同意了，我才撬的，你理解错了。”陈凡拍了拍赵生平的肩膀，感慨道：“他这几日要退甲，等退甲后你再锻造夜行衣，先锻造匕首吧。你也就庆幸他现在可以恢复伤势了，警惕性不是那么重。放在以前，你敢撬他灵甲，他得将你生生活吞了。”赵生平委屈的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兴奋了起来：“狱主，我没想到咱们樊玉竟然有吞天鳄。吞天鳄是极其纯粹且标准的战斗类异兽。”陈凡面色微微古怪的望向一旁的魏魏：“纯粹的战斗类异兽，意思是说吞天鳄没其他能力了？”可这家伙一巴掌给那个不灭天师留下的传承光幕给拍下来，并吞进肚子里的，这明显是针对阵法之类的特殊能力，结果竟然不是吞天鳄的能力吗？难道他大概隐隐明白了什么？吞天鳄原来无法恢复伤势，可能不是病，仅仅只是基因突变，从纯粹的战斗类异兽变成了一个战斗弱，但是对摧毁阵法有奇效的吞天鳄，无法恢复伤势只是副作用。结果服用了雪莲花之后，副作用没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擅长摧毁阵法且战斗力也极强的吞天鳄。陈凡默默地拍了拍吞天鳄的脑袋：“没事了，玩去吧。”与此同时，死海区域的一座岩岛上，3个老者在木屋内围炉而坐，正在讨论如何应对樊玉针对他们刺杀失败的报复。殊不知，在这座岩岛下，少秋正飘在海面上，紧紧抓住岩壁
凸起的一角，嘴里含着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匕首，面色平静的耐心等待着。通过这几日在铺子里缴获情报所获得的蛛丝马迹，他终于找到了风雨楼的大本营，而他要做的就是让少秋之名在今夜过后响彻江北。2个时辰后，整座海岛上再无声音发出，整个身子完全贴在岩壁上的少秋松开右手，掏出匕首，在左臂上快速刺出一个特殊纹路，随后才将食指放在纹路上，呢喃道：“逆天。”下一刻，他整个人身子近乎和岩壁完全融为一体，根本难以察觉。他开始快速攀爬到海岛，大步朝海岛深处出去。片刻后，缓缓推门来到一间屋子，屋内睡着6个壮汉，他进步上前，如阴影般浮现在屋内最深处的一个床铺旁。警觉性太差了，少秋在心里低声呢喃着，睡得也太死了。他左手如羽毛般极其轻柔地虚掩住对方的口鼻，右手匕首自下而上。这个壮汉连最轻微的呜咽声都未发出，便已死去，如法炮制。第2个、第3个，动作精确如机械般重复。很快，屋内的第6个男人也死于他手中。紧接着，他缓缓退出这间屋子，将门恢复原状，继续朝其他屋子前去，直到永夜如潮水般如期退去。第一缕惨白的晨光洒了下来，少秋一袭白衣沾染着少许血迹，站在海边边缘处，把玩着手里的匕首，望向远处海平面缓缓升起的日出，脸上满是笑意。一人一夜，单枪匹马，风雨楼除名。另外一边，樊玉夜已深，明日就是拍卖会了。瘸猴等人在营地内忙碌着，为拍卖会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随着第2天的到来，陈凡站在墙头上，望向城墙内部。就在这时，怀里的传音符传来温热，他微微一愣，少秋来信了。风雨楼已灭，总共78名核心成员，包含3位楼主悉数全歼，缴获诸多鬼石天材地宝，其中包括一株海苔，正在赶回樊玉，以及入夜前抵达。陈凡良久才深吸了一口气后，拿起传音符联系瘸猴，拍卖行推迟至今晚入夜前。少秋他们快回来了。很快，天快黑了，原本计划下午开启的拍卖会也被移至晚上。永夜马上降临，拍卖会也很快要开启了。就在这时，少秋率众人骑着骷髅马大步朝城门口驶来，骷髅马两侧挂满了大包小包，看起来就是收获满满。为首的少秋翻身下马，手里拎着一个渗出血迹的包裹，大步走至站在方氏街道中央的陈凡，单膝下跪沙哑道：“狱主，樊玉暗阁阁主少秋前来禀报，目标已清除，风雨楼78名核心成员悉数途径，这是风雨楼3位楼主的头颅，退去吧。”陈凡轻声道：“是。”少秋应了一声，身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化作一缕黑烟消失不见。众人下意识望向四周，却发现刚才骑在骷髅马上的那10几个人也不知何时消失不见，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匹骷髅马。陈凡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嘴角微微抽了抽，不过他看了眼周围一众人的眼神，也不由笑了起来。拍卖会即将开始，诸位稍等片刻。周围一众人视线全都死死盯在地面上的那4颗头颅上，极其安静，无人讲话，空气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眼神里流出来的骇然。名声响彻很多年的风雨楼就这样在无人问津的角落被全歼了。此时拍卖会即将开始，陈凡走回一旁街道的屋内，眼睛微微眯起，望向手中的海苔。目前营地内有2座建筑可以用海苔升级，一个是运灵阁，一个是天气阁。他打算优先升级前者，快速提升樊玉众人修为，至于后者暂时足够用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载具攻防升至6级需要的另外一个材料亚骨，他刚收购到了一个，等今晚拍卖会结束后回去给营地整体都升级下。另外一边，拍卖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是王奎，一众人围在街道两侧，街道尽头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王奎站在上面，手里拎着一个锤子。主持者拍卖会，随着几件对陈凡毫无价值的异宝拍出，终于拍卖会即将迎来尾声。最后一件拍品，建筑师令，可令普通修行者成为建筑师的异宝，起拍价1000枚鬼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枚鬼石。话音刚落，台下便顿时举起一片牌子，站在一旁的樊玉成员嘴巴有些跟不上的疯狂播报：江南药王谷出价5万，江东一剑宗出价7万，江北商会出价8万，价格很快就飙升到12万枚鬼石，这已经是不少势力的底蕴了。就在这时，一个势力的人从怀里掏出1枚灵宝，朝他大步走来：“陈狱主，帮我给这件异宝估个价，我这件异宝拿来参加拍卖能抵多少？”这是一件已经开包的绿色品级异宝，异宝名称强化石，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将这枚强化石用在任意建筑上，会使该建筑在下次升级时必然出现一个普通的质变升级方向。好东西。陈凡面色没有太多表情，但心里还是感慨道：果然大家好东西都不会拿出来卖，都藏着掖着的。他是真想要这个异宝，能抵2万。他给了一个足够高的价格，这样就算对方没有拍到，他也打算在拍卖会结束后高价买回这个异宝，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质变升级方向，他都想要。好，男人重重点头，举起手中异宝，高声道：7万枚鬼石加5万信任额度，和手里这个异宝总价14万枚鬼石，这已经是一个足够高的价格了。但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开出各种条件抬价，想要得到这件异宝，最后价格被炒到了17万枚鬼石，最终由王氏一族拿下，也就是刚才用强化石异宝抵了2万枚鬼石的那个人。至此，拍卖会算是结束了，但永夜也降临了，一众势力也暂时无法离开樊城，都在客栈找了个房子暂时睡下。陈凡则是不受影响，95龙年使出门，冲进永夜，回到樊域。永夜降临，陈凡站在墙头上，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一张建筑蓝图，是神炮，这是他前几天在海边上古船厂
城里获得的建筑蓝图，绿色品级。这枚强化石他打算用在是神炮或者城墙上，其他建筑暂时不考虑。不过他还没打造过是神炮，先看看效果。下一刻，无数由白色光线组成的是神炮虚影出现在城墙上，并在吸收完鬼石碎裂后的液体缓缓凝实。紧接着，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神炮升至2级。该建筑升级并无升级方向可选，每次升级威力都会得到提升，也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取任何升级方向。陈凡有些惋惜，看来也不用纠结强化石到底是用在是神炮还是城墙上，直接帮他做好决定。随着他消耗2000枚鬼石将其升至5级，炮管变得更大，且纹路更密，并布满猩红色。他面色越来越古怪。升至6级依旧不需要任何材料，只需要3000枚鬼石就可以，这对吗？再次消耗3000枚鬼石，升至6级后，营地内终于再次有了一座6级炮塔。但陈凡望向是神炮的面板，深吸了一口气，肯定是出意外了，因为升级依旧不用任何材料，他就一直升，消耗1万枚鬼石，将是神炮升至10级。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神炮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可进入狂暴模式。在狂暴模式持续期间，射速和威力大幅度提升，且鬼石消耗速度翻倍。与此同时，他沉寂已久的永夜领主面板上再次弹出一则面板，你成功将建筑是神炮升至满级，获得第一个满级效果。满级建筑图鉴首次被点亮，获得一个绿色品级1宝。点亮3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叮，你成为永夜大陆第一个获取满级建筑的玩家，成功触发成就快人1步。该成就可让你行走速度大幅加快，若在营地范围内，则行走速度更快。陈凡懵逼站在原地，望向面前数个面板，久久不语，许久未反应过来。一直以来，永夜领主面板只是帮他快速打造建筑，顺便有识别建筑蓝图和1宝等功效，此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体现了。而现在他有点懵了，永夜大陆第一个，现在看来，这个世界应该就是一个类似被游戏化的世界，只不过改造中途失败了，导致所有人都没玩家面板，只有他一个人有。而且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算玩家，其他人都是 NPC。陈凡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尽可能的平复下来。沉默许久后，才看向那座炮管表面刻着浮雕纹路的满级式神炮，先试试威力。陈凡望向天坑两侧的岩壁，下一刻，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洞穴。站在是神炮旁边的陈凡耳朵都懵懵的。一道猩红由能量聚成的炮弹重重撞在岩壁上，岩壁炸开，无数石屑粉末飞溅。当一切停息下来的时候，岩壁上多出了一个10几米的深坑。如此动静也将在洞穴里忙碌的等人惊醒。陈凡望向面前这一幕，沉默着，久久不语。如果鬼王这个时候出现，这一炮就足以让鬼王见识到什么叫做是神炮。陈凡轻呼了一口气，从怀里再次掏出在上古遗址里获得的那枚玉简，意识投进去仔细望去，眼前再次出现上古时江北防线大战的画面。不过他这次却是轻笑了起来。4年后的海底鬼巢登陆之战，可能要换个说法了，换成樊玉开疆扩土之战了。随后陈凡望向手里的绿色1宝，这是他在图鉴上点亮了第一个满级建筑后所获得的绿色1宝奖励。1宝名称运哨，1宝品级绿色，1宝效果吹响哨子后，3息内运气小幅度增强，一次性1宝，没有停留。他快速吹响哨子，哨声响起的瞬间，口哨碎裂化作淡绿流光缠绕在他身上，运气得到小幅提升。紧接着，他快速将刚获得的那枚强化石砸在身下城墙上，并消耗了1000枚鬼石，将身下的这1米3级城墙径直升至4级。面前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4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拥有缓慢自我修复手段，相当于布满藤蔓纹路的1/5。2. 震慑感加强，在生物眼里，这堵城墙威慑感更强。3. 已质变，获得一个随机且高1品级的质变方向，普通。下一刻，不等陈凡反应过来，面板便开始不断变化，开始质变，质变完成，已质变。万里长城，所有和这堵城墙所相连的城墙都将生效该质变效果，城墙将如长龙般可在营地范围内随意移动。传奇。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他突然觉得运哨加强化石这2个1宝加起来的联动是不是太猛了一点？如果强化石获得的升级方向刚好是已质变，获得一个随机且高1品级的质变方向，普通，那么在3息运气提升的时间内，就有可能出现现在的情况，一路上升，直至出现传奇质变。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品级的升级方向，而且这是他第一个传奇质变，一定得保护好。这要是碎了，他肯定想自挂东南枝了。时间流逝，夜幕很快降临，永夜笼罩整个大陆。樊玉，好狂的势力名字，难道是上古势力残留？黑暗中，一个坐在王座上的阴影，猩红瞳孔不断闪烁，单手撑着下巴思索着。自从他刚收的那个鬼王死在了江北荒原，这些日子他一直派出伪人鬼在江北打探关于樊玉的消息，也知道了一些大概信息。就在这时，被黑暗笼罩的大殿深处传来一道声音：王，待下次雨季降临，我带队亲自前往江北，一举消灭樊玉。不，坐在王座上的阴影轻声否定了这个建议。这个樊玉有点古怪，在这次雨季中崛起，不到1个月的时间打造了100余座炮塔，这生产力明显远超一般的建筑师，大概率继承了什么宝贝。江北在上古是一个大战场，留下点什么东西来也很正常，不能掉以轻心。更何况你实力虽然比死掉的那家伙强一点，但也没强多少，你去了可能也会死。那位留下的气息持续不了几年了，我们必须在这几年内准备好一切，否则当海
海底鬼巢登陆后，到时候的后果是你我都难以接受的。说到这里，坐在王座上的阴影也不由轻叹了一口气，那是真正的鬼巢，真正的鬼。良久后，才沙哑道：“我们在江北附近停留这么久，所图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那位留下的气息消失后，海底鬼巢准备登陆前，我们抢先一步登陆江北，途径江北所有生灵，夺取天道赐福。接下来做2件事，第一件事，想办法将消息送到樊玉，告诉樊玉数年后海底会有鬼巢登陆的事，像以前那样造点甲骨及残叶送过去。樊玉得知消息后，应该就会主动撤离了，能不动兵戈的解决这件事最好。樊玉我有些看不透，如果对方不打算撤离，打算死守江北，那我们也不能给对方留太多发育时间。这个势力崛起的速度太快了，下次雨季降临时，举全力灭樊玉，只要拿到4年后的天道赐福，我们就勉强有资格加入正面战场了。永夜大陆某个角落内，四周均被黑暗笼罩。谭希坐在原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缓缓睁开眼睛，远眺江北方向，有些恍惚的呢喃着。他依稀感觉到自己的气息已经快消散了，最多还有4年，江北就会彻底失去防守。他被困在了这里37年，4年后肯定是赶不回去。江北是永夜大陆后方最大的一段防线，全长170公里，海边没有任何天险。一旦失守，鬼巢将会从江北涌入江南，在一马平川的关西平原肆虐。但他沉默着，久久不语。就在这时，老大趴在他脚左边的一条鳄鱼突然口吐人言：“如果我们回不去的话，小花是不是就死定了？他应该会跑。”谭希坐地的男人摇了摇头：“我走时布下的求天大阵，此时培育的雪莲花应该也已成熟，他服用后，天疾便会痊愈。以一头成年吞天鳄的实力，这几年随时都可以跑，只要他别死守在原地，就死不了。”而趴在脚边的另一条鳄鱼同样口吐人言，只是声音多少有些抱怨：“我都说了，当时不适合要宰，你非要来，你说什么话呢？”左边鳄鱼有些不满道：“当时多无聊啊，闲着没事怎么可能不孤勇几下？老大可是全程没找女人孤勇几下，他自己用手打的，我都看见了。”砰！原本盘膝坐地的男人不知何时突然暴起，一脚将这个口无遮拦的鳄鱼脑袋踩进地底，周围地面多出无数缝隙，面无表情的冷声道：“我有点后悔让你能口吐人言了，不如给你舌头拔了吧，你说呢？”就在这时，那位黑暗中传来一道慵懒且随意的声音：“还不愿意说吗？我只需要你一个答案，就立马可以放你出去，何必呢？哪怕我们赢了，似你这种人物，我们也杀不了你。此些蝼蚁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不会死。”男人缓缓收脚，抬头望向头顶黑暗，停顿了半晌后，突然笑了起来：“维持这个大阵消耗不少吧？已经维持37年了，不知你还能维持几年？我已记住你声音，待我破阵出去后，你准备好接受我的上门拜访了吗？”黑暗中沉默了许久后，才再次开口，只是声音中底气明显弱了许多：“我没派人去江北，你就算出来了，也只能杀我，不能杀我儿子。我没用江北威胁你，你知道我们鬼屋有个孩子不容易，这是我们的交易，否则江北根本撑不到海底鬼巢登陆。当然，我一直记着这个交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部分鬼物觉醒了智慧，在拥有了智慧的那一刻，他们就不愿意与那些只知嗜血的鬼物混为一谈，他们开始效仿人类的文化，效仿人类的取名，效仿人类的传承，并将自己称为鬼族。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地的宠，但有智慧的鬼物极难生育，但下一子，这对于有智慧的鬼物来讲，是将自己的生命传承下去。和人类一样，他们极其向往人类的文化，只是他们不想只活动在黑夜里，他们也想如人类一样，白天生活在陆地上，真正成为永夜大陆上的一族。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前提就是消灭永夜大陆上的所有人类。只有当这片大陆上的种族被彻底消灭，他们才会得到天道认可，成为正式的鬼族。这是这些年来无数鬼族的梦想。告诉你件事，黑暗中再次传来那道声音：“这些年前线战场突破得很顺利，你们马上就堵不住了。或许我看不到鬼族正式登陆的那一天，但我孩子可以看见，他会继承我的荣光。”啧，男人嗤笑了一声，没有多讲。老大在想什么？良久后，鳄鱼重新凑在脚边，小声询问道：“哎。”男人长叹了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卷竹简铺在地上。当时走得匆忙，无名山的日记竹简漏了几篇，我担心被人看见。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日记这种东西，当然担心被人看见啊，看见了也没事儿。江北4年后就灭亡了，看见的那个人肯定也得死。男人面无表情，抬头望向面前的2个灯笼大小的呆萌眼睛。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学会口吐人言，听见没？待在右边那头明显是雌性的鳄鱼扬怒道：“老大都烦你了，还有你。”男人转头望向这头开口搭话的鳄鱼，面无表情道：“你俩孤勇的时候，你要是敢再学人类叫，我连你舌头也一起拔了。”天亮了，陈凡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走出洞穴，站在城墙外望向头顶洒下来的太阳。今天又是个大晴天，昨夜也并无鬼物冲击营地，飞雨季里几乎没有鬼物冲击鬼火。今日他要做的是消费，这些日子积攒了不少鬼石，原本他还想着攒下足够的鬼石，然后一口气打造一条170公里长的江北防线的，现在不需要攒了，有万里长城这个传奇质变升级方向，有点鬼石就打造一点，慢慢积攒，直至攒到170公里。他将视线停留在那堵拥有万里长城传奇质变方向的一面城墙上，得先将这面城墙等级升高一点，确保这面城墙不会被摧毁。在消耗了2000枚鬼石后，这面城墙很快升至5级，城墙升至5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雷雨天气中，一定程度增加城墙坚固程度；2. 黑暗中，少量增加城墙坚固程度；3.
禁飞。任何生物在城墙未被摧毁前无法飞过城墙。陈凡在看见这个升级面板后，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手快3个全选了。这3个升级方向他都想要，虽然不是质变升级方向，但他这3个都很有用。第一个不用多说，专门增加雨季强度；第二个也很棒，城墙本就在黑暗生效，相当于永久持续被动，两个都很棒，但和第3个比起来就差了点。继续升级，陈凡兴致冲冲的再次消耗了5000枚鬼石，将这面城墙升至6级。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6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城墙可自爆，并爆发出巨大威力，威力取决于城墙的坚固程度和等级。2. 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 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3个方向都不错，第一个被他第一时间否决了。虽然如果给每1米城墙都选择这个效果，170公里长的江北防线同时炸开，那场面肯定很壮观，但他不希望看见那一天。第二个方向也不用，他有荆棘反甲这个质变方向，效果比第2个好，不但近战，远程的伤害也可以反弹一部分。剩下的就只有第3个了。在敲定了第3个方向后，他才望向面板，长叹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城墙从6级升至7级，需要消耗7000枚鬼石以及猴头果、地心果等天才地宝任意一个。鬼石还好说，但那些天才地宝他看见就头疼。江北防线170公里，也就是17万米，这意味着每1米城墙升级都需要，相当于需要17万颗猴头果。这么多猴头果不去花果山肯定是找不到的，那可是天才地宝啊！他10年内不可能打造得起一条170公里长的7级城墙，那要他老命了。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长松了一口气。如今这个拥有万里长城传奇质变升级方向的1米城墙已被他升至6级，远远高于其他城墙等级。这回安全了，只要鬼火不灭，这个城墙不可能被摧毁。随后他才蹲在地上，拿起树枝在地面上的灰尘开始算数。江北防线全程170公里，再加上一些炮塔、鬼火、铜管的费用，总造价差不多4亿枚鬼石内绝对是够用了。陈凡蹲在地面上，用树枝比划着，4亿枚鬼石不是个小数目，要想做到这一点，关西平原必须啃下较小的势力，数量多如星辰，用骷髅马这种物美价廉的商品掠夺鬼石，而像屠仙圣地这种大势力，全都上门索要保护费，不给的都灭了，差不多就能凑够。他觉得自己这个保护费收的理所当然，不是他挡在前面，你们全得死。不过眼前的情况是，得早点将万里长龙琢磨明白，城墙将如长龙般可在营地范围内随意移动。传奇，他可以先搞个1公里的1号洞穴入口处的这堵21米长的城墙，此时一节是6级的，剩下的都是3级。他也没再升级后续的城墙，准备先练习下操控城墙。陈凡操控着城墙如长龙般在营地内乱窜，速度并不快，比骷髅马慢了一点，移动起来会在地面留下长长的离地痕迹，泥土都被翻出来，好像刚被离过地一样。这玩意儿离地绝对是一把好手。紧接着，他站在这节城墙的最前端，双手背负在身后，点亮安置在峡谷内的20座鬼火，面色冰冷的远眺天边，而身下城墙如长龙般快速朝峡谷入口处疾驰而去，耳边风声呼啸而过。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帅极了。相比御剑飞行，他觉得自己要更帅一点，至少他的威慑力更大。很快，长龙在峡谷入口处停了下来，峡谷外就不属于营地范围了，长龙出不去了。他又快速小跑至长龙一端，再次站在最前端，双手拄着翡翠手杖，面色冰冷地望向营地。长龙再次向前疾驰而去，数个来回之后，他才过足了瘾。爽啊！陈凡将城墙重新塞回1号洞穴的入口处，畅快地咧嘴笑了起来。等他实验完如何操控万里长城外出的时候，他在关西平原的第一次亮相就要这样出场，给关西平原的土著建筑师带去一点小小的震撼，见识下什么叫做传奇质变升级方向。时间渐渐来到下午，距离天黑还有1个时辰左右。陈凡坐在城墙上的板凳上，面前桌子上摆放着3盘饺子和1碗汤饺。正值冬季，温度降得越来越低了，冬天最完美的食物就是饺子。饺子3种馅是必须要吃的。就在这时，怀中的传音符突然发热，拿起后传来周末的声音：“狱主，出事了，你等会儿。”陈凡轻叹了一口气，打断了周末的话，有些无力的起身摆了摆手。守在城墙下的侍女快速上前收走碗筷，说吧，有伪人鬼混入樊城，守门的樊狱成员检查出了纰漏。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但也没说什么，而是继续道：“损失大吗？我们没有损失，我第一时间发现并控制场面，只有一个江西势力的商会被那个伪人鬼炸死了1个人，已经差不多解决完了。主要是那个伪人鬼掉落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狱主你过目。我正准备回营地当面汇报，等我来樊城。”片刻后，陈凡从95龙辇上下来，望向站在城门口等他的周末。周末将伪人鬼身上掉落的一片古籍残页递来，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这个古籍残页记载的信息很简单：4年后海底鬼潮登陆，江北寸草不生。但他面色渐渐古怪起来，这是怎么记载的？预言的4年后鬼潮登陆是因为那位留在江北的气息4年后会消失，所以鬼潮登陆。这个古籍残页怎么隐隐给他一种人为作假的感觉？古籍散发着从泥土里刨出来的味道，看起来有些日子了。永业历382年末，江北幽冥鬼潮不绝而入，大凶永业382年末，就是4年
年后，陈凡望向手里这张牛皮纸，面无表情的沉默了许久后，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敌人可能不是很聪明。世人皆知378年前永夜降临，但更隐秘的信息是8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一次永夜降临了。现在获得的所有古籍基本上都是默认从8000多年那场大战中所留存下来的，而永夜历这个说辞明显这些年才诞生的。8000年多前留下古籍的人是怎么得知的？时间线都对不上。伪造古籍前能不能认真一点？陈凡长叹了一口气。不过由此还是可得一个消息，那就是有一批鬼物对他虎视眈眈。事情暂时告一段落，重新回到营地内的陈凡走到运灵阁面前，从怀里掏出海苔。目前营地只有2个建筑升级需要海苔，一个是运灵阁，一个是天气阁。他觉得用在运灵阁上，天气阁用不上。下一刻，在消耗了5000枚鬼石，将运灵阁升至5级后，面前也浮现出一则崭新的面板：运灵阁升至5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修炼速度增加至15倍，限10倍。2. 参悟武技速度增加至15倍，限10倍。3. 顿悟概率小幅提升。陈凡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主要是他发现升至6级竟然无需任何材料，只需要1万枚鬼石就可以吗？没有犹豫，他当即选择了第一条，提升修炼速度，这个是优先级最高的，并且没有停留，继续升至6级。陈凡望向面前弹出的面板，面色渐渐古怪了起来，再次选了提升修炼速度的升级方向，这次竟然也没有任何材料所需。随后，陈凡一口气将白色建筑运灵阁升级至10级，也就是满级。面前弹出最终面板，运灵阁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天赋异禀。所有修行者大境界在运灵阁突破时，都将获得一定庇佑和加持。比如，当9×9淬体突破5王时，自动成为10×淬体。陈凡望向眼前的效果，有些微微发懵。满级运灵阁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拥有这个效果，他可以批量制造10×淬体的5王。他默默地关闭面板，望向正盘膝坐在运灵阁里闭目修炼的齐月，突然有点心疼这家伙。这家伙如果晚几日突破5王，就不用遭那罪了。随后，他如法炮制，将生活攻防一口气升至10级。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生活攻防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能人巧匠铲除该生活攻防的物品，在制造完成后有较低概率获得特殊效果。陈凡微微咂舌，目前来看，这个满级效果不如是神炮和运灵阁的满级效果。不过，在升级了2个面板后，永夜领主面板上再次发生了一丝变化，运灵阁和生活攻防图鉴已被点亮，建筑图集已点亮3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黄色品级的福袋；点亮5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随后，一个通体金黄的福袋落在他面前，他将福袋捡起来，异宝名称：福袋，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打开后，有50%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异宝，有30%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天才地宝，有10%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建筑蓝图，有9.5%概率获得黄色品级器官，有0.5%概率获得其他。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在第一次点亮图鉴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绿色异宝运哨，使用后短时间内可以提升一定运气，当时应该晚点用的，这样可以用在这里，价值最大。他长呼了一口气口后，没打算开启这个福袋，等以后再获得类似运哨之类的异宝再开启吧。紧接着，他又将地次和农田升至了满级，面前弹出新的面板了。建筑图鉴已点亮5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黄色品级的天道石；点亮10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天道石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道具。他面色隐隐期待地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信息，点击领取。很快，白色线条再次在面前形成，并凝视成一块石头，从空中落下。异宝名称：天道石，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作用在任意建筑上，可让该建筑拥有一个天道赐福效果，且可生效在营地名下所有同类型建筑上。陈凡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好东西，好东西，当真是好东西。虽只是黄色品级，但他觉得已经完全可以够到蓝色品级了。目前营地内共用5个满级建筑，是神炮、农田、地次、运灵阁、生活攻防，毋庸置疑，没有丝毫犹豫。他将手里的天道石拍在了一旁的满级式神炮上，很快面前便浮出一则面板：你对是神炮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威震四方，是神炮的威力将大幅提升。2. 天道赐福效果，横扫千军，是神炮杀死敌人后的溢出伤害，将顺延至附近的敌人，直至伤害耗尽。3. 天道赐福效果，塔之子，是神炮将拥有身下城墙的同等防御。陈凡缓缓坐在摇椅上，眼冒金光地望向着3个天道赐福效果，他只能说牛逼。这3个效果任意一个效果拿出来，都是最顶级的效果，这3个他都想要的。但很快，他将第3个排除了。虽然这意味着是神炮几乎难以摧毁，但一个炮塔最重要的不是防御，它可以被摧毁，但在被摧毁前要打出效果。第一个也很强，但他视线停留在了第2个上，呼吸渐渐急促起来，溢出的伤害可顺延。这意味着，当4年后鬼潮登陆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1700座是神炮同时开炮的一瞬间，顺延的伤害就足以清空出一大片空地，不会有一只漏网之鱼。是神炮本是单体攻击类型的炮塔，主要是用来打 BOSS， 打小怪伤害是完全溢出的，浪费。那一炮消耗的鬼
鬼师可不少，但要是有了这个天道赐福效果，那可单体可群攻，简直是剑塔的超级上位选择。随后不再犹豫，他选择了第2条天道赐福效果，横扫千军。做完这些后，陈凡来到樊城，准备听取王奎的汇报。就在这时，陈狱主身后传来一道问候声。陈凡转头望去，只见3个身穿宗门制式长袍的人正面色恭敬地望向他。我记得你们有点印象。陈凡望向这张在击杀鬼王时掉落的建筑蓝图，如今刚好可以用到。从无名山到海边只有1000米直线距离，但无名山正对着海边是悬崖峭壁，想要打造港口得再往旁边一点。足足铺设了3000多米铜管后，陈凡才站在海边。一个由白色线条所形成的港口建筑虚影在海边缓缓形成，1000枚鬼石化作的白色液体沿着铜管从梵域一路激射，钻进虚影里。当虚影渐渐凝实，港口也正式打造完毕。陈凡望向眼前的港口，有些微微震撼。这1000枚鬼石花的是真纸。港口造好后，地面隐隐震动，后方一只巨龟缓缓朝他驶来，而在龟壳上则是固定着一个海船。很快，海船入海，溅起阵阵海浪。陈凡站在港口望向身旁的缺侯，没有在此久留，而是打道回府。他准备今夜将海船停在港口，看看能否挡得住鬼物的侵袭，然后准备人手，看看大海深处都有什么。梵域营地内，陈凡坐在屋内，望向被唤来的王麻子，示意其坐，随后才缓缓道：“有个艰巨的任务，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梵域造出来了海船，那是一艘大船，船体防御程度相当于1级城墙，船上有数门炮塔，自带鬼火，可在黑暗中的海面上前行。我想派人去看看海的深处都有什么，只是此趟危险，船音符的联系距离有限，我们暂时无法在海面上打造据点，这意味将无法联系到梵域，但总得去看看。呼，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后，单膝跪地，面色严肃地低头沙哑道：“狱主，王麻子请命。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有生之日能看一看海那边是什么，哪怕死了都值了。万一遇险，我会想办法将消息送回来的。”好，陈凡轻点头，那就由你带队，清点人手，明日出行。我会给你3艘海船和足够的鬼石，你切记，需在鬼石消耗过半时便返程。此次行动代号新大陆，明白？在王麻子走后，陈凡才走至城墙上，抬头望向空中飘荡的云朵，双手拄着翡翠手杖，沉默着。海的那边是什么？他不知道。无论是古籍还是他所接触到的消息，好像都默认永夜大陆是一整块大陆，又或者会抵达永夜大陆的另一侧，一切都是未知的。第2天，港口一众梵域核心人员都聚在这里，而在港口的泊位停靠着3辆海船，海船上所有物资已经全都准备完毕。几个梵域成员站在泊位准备解绳。王麻子也深吸了一口气后，沉声道：“梵域商阁阁主王麻子，奉命执行新大陆计划，请狱主下令。”陈凡笑了起来。出发。是。王麻子没再停留，带着自己一众手下当即分批走上3艘海船。海船和泊位相连的绳索解开，船帆升起，呼呼作响。3艘海船渐渐朝大海深处驶去。站在船尾的王麻子望向他们，不断招手告别。这一别，再次相遇，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时间流逝，陈凡来到港口，望向海的尽头，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已经过去10几天了，也不知道王麻子此时情况如何了。他只知道还没死。王麻子命牌尚未碎裂，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而与之相反的是，这他妈是什么该死的东西？王麻子站在甲板上，左手拎刀，右臂紧紧抱住枝竿，神情狰狞的怒吼道：“左满舵，避开，避开！”尚未天黑，但他们头顶上几乎随时会压下来的大片乌云，带来了无穷的黑暗。狂风暴雨拼命袭来。他们身下这艘海船体型并不小，但在此时的海面上却宛如小舟般，随时可能被海浪吞噬。他们出行时有3艘海船，但如今只有1艘了。在出航第9天，他们在夜里遇见了鬼物袭击，2艘海船被毁。幸亏他指挥得当，弃船而生，放弃那2艘被一众类似章鱼鬼物触手所缠绕的海船，将船员接到他身下这艘船，这才逃了一劫。只是也因此丢了不少资源，其中就包括最珍贵的水资源。大部分淡水资源都放在那2艘海船上。正在他们犹豫是否返航时，他们看见了一处海岛，全员狂喜。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发现了新大陆。那是一个独立于永夜大陆的海岛，占地面积极大。他们在海岛上发现了大量天才地宝，其中一种果子苹果大小，但仔细望去有鼻有眼，就像一个猴头一样。他认识这个果子，梵域培训的时候讲过。梵域的私塾里有极其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培训一些天才地宝的外貌和保存方法，免得他们遇见了都认不出来。那个在永夜大陆颇为珍惜的猴头果，在这里漫山遍野，一眼望去无穷无尽。所有商阁成员陷入狂喜，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这次立下了大功，回去后肯定会得到狱主的大嘉奖。他们真的发现了新大陆，但当他们登岛补充了淡水资源，然后携带了一些猴头果准备返程时，遇见了风浪，极其恐怖的风浪。他们甚至难以控制自己的方向，只能随浪飘荡，距离梵域越来越远。就在这时，没有任何预警，头顶的乌云仿佛被无形巨手撕碎一般，海浪突然快速涌去，形成一道不断旋转高达数百米的水龙柱，直刺天穹。左满舵，王麻子站在甲板上，抱着枝杆将自己紧紧固定住，撕心裂肺地嘶吼道：“打死！”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一定不能被卷进去，否则必死无疑。无穷无尽的鬼物被海浪裹挟从海船2侧涌过，数量之多远超他们平日所见。只是这些鬼物此时却没空攻击他们，像是在逃避什么一样。他们不知道被海浪卷入这片海域过了多长时间，他们看不出白天和黑暗。在绝望中，所有人被一个海浪重重拍了下来，不少商阁成员被卷入海浪中，剩余商阁成员则是全部被拍至昏厥。不知过了多久，光芒久违地洒在海船甲板上，海船宛如孤舟般飘荡在海面上。他们终于闯出了那片布满雷雨海浪的恐怖区域，但
但坏消息是，他们距离繁育更远了，距离那个被他们发现且上面没有人类痕迹的希望岛也越来越远了。这个海岛的名字是商阁成员一众兴奋商议的。被海浪拍进船舱内的王麻子艰难地爬至甲板上，感受着身旁的风平浪静，望向身后那如分界线一般的黑云覆盖的海域。阁主身旁一个面色煞白的手下有些艰难地汇报道：“死了不少人，加上你我就剩下12个人了。”王麻子偏头望向天边，沙哑道：“清点鬼石数量，准备返程。”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座新的海岛，一座比希望岛小很多的岛屿，或许是永夜大陆，又或许是新的大陆。登陆！王麻子快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下令打造营地，准备御敌，杀够足够的鬼物回家。既然没鬼石，那就杀鬼物，赚鬼石。剩下的这些鬼石足够启动一段时间的炮塔了。很快，海船扬帆转舵，再次起航。海船停靠在海岛边抛锚的那一刻，站在甲板上的王麻子望向眼前一幕，眼里满是骇然。如果说他们曾经发现的希望岛海岛上没有一丝人类痕迹，那这座岛上就全是人类痕迹。一眼望去，大量沦为白骨的鬼物尸体和人类尸体，极其珍贵的鬼石就那样散落在各地，无人捡取。一眼望去，还能看见不少被摧毁的建筑废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物，一片死寂。这是一座被鬼物摧毁的海岛。曾经这座海岛上有人类打造的基地，只是在鬼潮中被冲垮了。此后再无人类踏入，否则不可能不捡取这些鬼石。他们是在这座海岛覆灭后踏入这座海岛的第一人。王麻子缓缓长大嘴巴，望向远处，这座海岛是他们看见的第一座海岛，但在登陆后便能依稀看见，在这座海岛后方还有更多如群星般的小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些海岛应该也都已被摧毁。再往后，能依稀看见一片极大的大陆海岸轮廓线。转身望向身后，海面上那条蔓延可能数百公里，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尽头的黑云雷雨海域，如同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般，将他所处的这片区域和繁育死海那片海洋完全隔开。去看看，王麻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捡取鬼石，而是登船前往其他海岛查看。1座、2座、3座、4座，足足探查了距离他们最近的6座海岛。无一例外，海岛上都是被摧毁的人类建筑和大量鬼物尸体。可以想象，在很久之前，一场极其恐怖的鬼潮席卷了所有海岛，甚至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大陆。而这些海岛仅仅只是这座大陆上的前线站点。鬼潮来袭时第一个灭亡，王麻子重新回到第1座海岛上，这里是大陆的最前方，或许也是距离鬼潮最近的一道战线。他爬至海岛的山丘上，一眼望去，能清晰看出来，并不是整个海岛都布满鬼物尸体，绝大部分鬼物尸体都充斥在海岛北面，也是远离大陆的那一面。从这里能判断出，那是鬼潮从海底登陆，涌上这座小岛。无穷无尽的鬼物在丢下数具尸体后，吞噬了这座处于绝望中的小岛。这里是永夜大陆吗？他不确定，或许是新的大陆。阁主身旁一个心腹颤颤巍巍地走上来。我们要回去吗？王麻子沉默着转身望向身后一众眼里满是恐惧的手下，个个身上带伤，已全然没有了刚出海的兴奋。在经历了大海的洗礼后，他们不想再冒险了。他没有丝毫犹豫，重重点头嘶哑道：“我们要将消息带回去，让狱主知道有希望岛的存在。”站在王麻子身后的一众人低着头没有反应，他们怕了，不想再闯一趟那雷雨海域了。要想返程，必须经过那雷雨海域。阁主还是那个心腹有些低声道：“鬼物会吞噬鬼石，这里的鬼石既然没被吞噬，说明这片被覆灭大陆已经没有鬼物了，这里是安全的。或许我们可以什么？可以留在这里。”王麻子笑了起来：“早说啊，早说出海前也带个娘们不是？咱们一堆糙汉子留在这里干啥？而且这海岛上可不像是有食物的样子，吃什么？试一试，这个雷雨海域肯定有尽头的吧？我们沿着雷雨海域边缘前进，说不定就能绕过雷雨海域找到回家的路。而且我们能冲出来一次，肯定就能冲出来第2次。”阁主还是刚才开口的男人，抬头望向王麻子，眼眶通红道：“我直说了吧，如果这里的鬼石真的那么容易带走，当年镇守无名山的那位早就带走了，怎么会留给我们？那雷雨海域定是必死的危机，我们能侥幸闯过一次，还能闯过第2次吗？我甚至怀疑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死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新大陆，而是阴曹地府，或者说我们都中毒了，眼前都是我们的幻觉，回去就送死。阁主，我真不想死。”男人声音越来越大，歇斯底里的即将情绪崩溃。话音未落，王麻子已经上前一步，手掌画刀敲在手下后颈上，令其昏厥过去后，将其抱在怀里，望向一众衣衫褴褛的手下，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我们要回去，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将消息带回去。这里的鬼石可以确保江北防线的必然建成。你们不想成家吗？你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不被鬼物侵蚀的地方生活吗？我发誓，我一定带着你们活着回去。”在海岛上休息了1夜后，第2天天亮，他们开始起航。海船沿着雷雨海域行驶了足足近30日，雷雨海域根本不见尽头，宛如天堑般，他们根本无法绕过这段雷雨海域。船舱所容纳的鬼石不允许他们继续再浪费鬼石了。诸位，王麻子站在甲板上，先看了左边那电闪雷鸣、被黑云笼罩的海域，又望向甲板上一众抬头望向他的手下。这些人眼里已再无恐惧，他们知道此时已经没有退路，眼里满是坚韧和癫狂。停顿了片刻后，才咧嘴笑了起来。在加入繁育之前，我王麻子和各位一样，也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后秦阁让我写档案的时候，我在高光时刻那一栏填的也是无。但今日之后，只要我们能活着回去，活着将消息带回去，这辈子死了也值了。这是我们这辈子干过最大的一件事。今日不仅仅是我的高光时刻。
时刻，也是诸位的高光时刻。若我们活着回去，往后荣耀，诸位与我同享。倘若老天无眼，真就有去无回，便以此海为主，与诸君同葬。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有些狰狞的高吼，举起手中大刀，高吼道：“左满舵，返航，回家！”下一刻，海船缓缓调转方向，船如断刃归鞘，一往无前逼入雷雨海域。与此同时，距离王麻子出海已经过去了40日。这些日子，陈凡打造了无数的吊篮，这是他在建筑师交流大会上获得的白色衣袍，可以直接吸附在建筑物表面自由移动。于是陈凡将铜管遍布江北、江东、江西、江南4地，随后将打造吊篮吸附在铜管上，修建了4条横跨江北4地的高铁线路，显著加速了江北4地的交流。而在这些日子，他又打造了7座能扩大传音符范围的信号塔。明日便是繁育通讯正式推出的日子，而在如此重要的时刻，陈凡却独自一人站在繁育营地的1号洞穴深处。这里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大型石室，命名为命堂，里面摆放着繁育成员的所有命牌。只是绝大部分的令牌都完好无损，只有商阁那一列，不少命牌已经从中间碎成2半，变得暗淡下来。整个商阁只有12人的命牌还保持完整，散发着暗淡白光，其中王麻子的令牌还完好无损。陈凡站在石室内，面无表情地望向这一幕。他知道出海的那批人遇到危机了，他什么都做不了，距离太远了，他甚至不知道王麻子在哪，给予不了任何帮助，剩下的只能交给王麻子自己去做。随后他离开这栋石室，繁育的发展越来越好了，而伴随着一个势力发展，总是会死人。只是或许是私心作祟，他不希望跟着自己从雨季闯出来的那批人死掉，他想让这批人亲眼见证繁育的崛起，见证自己梦想的实现。少爷，快过年了！1号洞穴城墙上，瘸猴走至陈凡身边，低声道：“如今已经是永业历379年2月底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下面的人在问要不要在繁育内贴点对联什么的。”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你安排就行，马上开春了，是该休息休息。”明白。在瘸猴退去后，王奎才抽空走上来汇报道：“狱主，目前营地内储备鬼石来到了938万枚，马上突破1000万枚大关。繁育1号线每日平均进账10万枚鬼石，其他3条线今日刚投入正式运营，暂无具体数据。这40日，光繁育1号线就进账400万枚鬼石。如果可以保持这个数据，光是繁育1号线每年的进账就可来到3000多万枚鬼石，不会一直保持的。”陈凡摇了摇头，平静道：“这是高铁刚发车，人们处于新鲜期，过了这段新鲜期，会逐渐回落的正常区间。还有，王奎正准备继续汇报。”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拿起后，里面传来了王麻子微弱却又自豪的声音：“狱主，商阁执行新大陆计划归来，已顺利抵达繁育港口。”陈凡微微一愣，才急忙朝城墙下走去。走，瘸猴和王奎也急忙跟上。港口内，只见一艘破破烂烂的海船停靠在港口泊位上，附近围着不少繁育成员，而王麻子一行12人衣衫褴褛、破破烂烂，互相勾肩搭背地站在原地，彼此搀扶着，身上满是伤势，每个人面色都极其煞白，但眼里却散发着金光，那是一种直视过死亡后的光芒。狱主，站在原地的王麻子久违地站在陆地上，有些不适应地打了趔趄后，才望向朝他大步走来的陈凡，眼眶通红，咧嘴笑道：“不负使命，我们回来了。”陈凡大步走至一行人面前，从每个人脸上挨过扫过，先疗伤。陈凡看了眼王麻子身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势，有些心疼地摆手道：“来人，带他们坐高铁回繁育疗伤。”高铁那是什么？以后再说。很快，王麻子一行人乘坐高铁快速返回繁育，一路上颇为好奇地望向窗外，只是还没看几眼，便到站了。早就准备好的后勤阁成员用担架抬着王麻子一行人快速来到祭坛附近。祭坛疗伤速度很快，不一会儿，王麻子一行人的伤势就被全部治愈，面色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些苍白，那是因为缺失营养的缘故，需要慢慢调理。陈凡独自一人在命堂里接待王麻子一行人，而王麻子将自己在海上的经历和发现新大陆的事情如实汇报。一炷香后，王麻子汇报完毕了。陈凡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没想到王麻子真的超格完成了新大陆这个计划，竟然真的发现了新大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真的有除了永业大陆之外的第2块大陆，况且还有大量鬼石散落在那片大陆。倘若可以登陆，那是一批极大的财富，不仅仅够让他打造江北防线，甚至够让他打造完美形态的江北防线。陈凡接过王麻子递来的鬼皮地图，手里的鬼皮地图是模糊状态，无法查看，但当行驶在死海上，便可看见上面有几个清楚标注的点，那是王麻子标下的点，分别代表着希望岛、雷雨海域、新大陆。良久后，陈凡才起身望向一众人，轻声道：“感谢诸位为繁育的付出，你们带回来的信息很有价值。一路奔波，今天先休息1日，明日繁育为会各位召开庆功宴，今夜为遇难的兄弟们送行。”陈凡走出石室，望向守在屋外的瘸猴，吩咐道：“明日的繁育通讯暂时推迟，繁育内部庆祝商阁归来，今夜为遇难的兄弟送行。”时间很快入夜，永夜笼罩了整个世界。陈凡站在港口的鬼火范围内，瘸猴、周末、王奎几人站在他身后，再往后是一众身穿黑衣的繁育的正式成员。今日所有人都聚在了这里，在正前方是一个石碑，一个矗立在海边的石碑，上面清晰记录着一行字：永业历379年，繁育商阁泛海求江，北辟新路。然、霍林、冯异、颜之、
鹤拓，诸君逊于苍冥，魂悸怒涛，海江碎开，钟鼓长眠。其拓土之功，可名金石；其开疆之勋，足耀星辰。特以鬼谷为碑，朝生作祭，繁育子民，永嗣不辍。这是一场送别。站在人群前方那12个活下来的商阁成员，此时眼眶通红的直勾勾地望向那石碑。他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兄弟的遇难，他们有些遗憾那些兄弟没有和他们一起站在这里，但又有些庆幸狱主足够重视他们。有家人的兄弟也领到了一笔足够的抚恤金。走好，王麻子低声呢喃着。一夜很快过去，天亮了。按照正常规划，今日应该是繁育通讯正式推出的日子，但此时繁育营地内极其热闹，一张张大桌子摆在一起，上面摆满了佳肴。今天是庆功宴，庆祝商阁平安回来，并发现了新大陆。是的，这则消息并没有瞒着繁育正式成员，会有泄露的风险。但陈凡也想看看繁育里有没有内鬼，如果有内鬼的话，那这则重磅消息足以让这个内鬼启动自己。陈凡独自一人坐在城墙上，望向城墙外热闹准备的那一幕，躺在摇椅上，指关节无意识地在椅子扶手上敲击着。新大陆，一个被鬼潮覆灭、满地鬼石的新大陆，那意味着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白捡，只要登陆就是暴富。那敛财速度比他在江北敛财速度快多了，足够他打造出绝对安全的江北防线。但如何抵达新大陆是个问题。那座被商阁命名为希望岛的岛屿还好说，商阁出海约莫第7天后发现这座海岛，在知道目标直线距离的话，大概5天就够。这座岛屿距离雷雨海域有一段距离，只要不被海浪卷入雷雨海域，上岛采摘是没有太大风险的。但那新大陆可是被雷雨海域隔绝，想要穿过雷雨海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王麻子的说法，那更像是一个禁地，或者说是天堑，人类绝对无法踏过。靠运气穿过雷雨海域，不知要死多少人。樊玉没有那么多人命去填，除非他眼睛微微眯起，除非开启一项足够巨大的工程——海底隧道。但需要考虑多个可能。山骸胎虽然固定隧道，但海底隧道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山骸胎仅仅只是一个绿色异宝而已，真的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吗？其次，大海深处一切都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有不会有鬼物破坏他们的海底隧道。不过，倘若真能踏足新大陆，带回大批鬼石，那樊玉将会彻底一鸣惊人。在此等诱惑面前，再大的难题也得试上一试。他偏头望向城墙外晒太阳的魏巍，这种大型工程估计要给魏巍累得够呛，这几日得给魏巍吃点好的。第二天，陈凡带着魏巍来到港口旁，魏巍乖巧地趴在地面上等待指示。挖地，魏巍眼中闪过一丝询问。挖向哪？挖向海底，沿着海底向前一直挖。魏巍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脑袋上飘出一个问号。陈凡一时有些语噎，工作量好像确实也有些大。魏巍又不要月钱，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这么用人。这工作量放一头驴身上都得累个够呛。食物管饱，魏巍眼睛金光闪过，顿时兴奋了起来，跃在空中直逼地面，双爪如利刃般一直挖速朝地底挖去。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在地面上留下一个通往地底深处的直深井。很快，一个足够深的深井出现在港口旁，他沿着深井墙壁搭建铜管，然后乘坐高铁抵达深井底部。此地已经足够深，至少远超目前这一片海底的深度。魏巍开始停止竖向挖掘，开始横向挖掘。魏巍一边挖掘，他一边跟着身后铺设铜管。与此同时，铜管铺设之地都有惨白白骨从后方延伸出来，固定着隧道不会塌陷。是的，这个活他得全程跟着魏巍一起干，否然没有铜管和山骸胎的保证，万一塌陷，那魏巍就很难活着爬出来了。这个大工程需要他的全程参与，他将这项工程命名为新大陆隧道，直通新大陆。时间缓缓流逝，魏巍挖土，陈凡铺设铜管，一人一恶，配合得颇为默契。天黑了，永夜降临了，倒不是陈凡的生物钟有多好，而是他看见身后铜管被点亮，铜管里流淌的冷白鬼火只会在永夜降临后散发出淡黄色的光芒。他望向身后，铜管散发出来的鬼火光芒笼罩了整个隧道，长长一条，看起来极具虚幻感。挖了一天，他已经看不见隧道入口了。在海底的挖掘速度不如地面铺设高铁的速度快，但也不慢。魏巍是真的拼了老命在干，全程几乎没有休息。陈凡望向魏巍轻声道：“今天先干到这里，回去休息了，明天再干。”第二天，陈凡带着魏巍准备乘坐高铁再次前往港口时，突然看见一人走进樊玉天坑，并走至他面前。回来了。陈凡望向眼前之人笑了起来，眼前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齐越。1个多月前，齐越和他告别，说要去杀一些人。1个多月后，又重新再次归来了。狱主，我回来了。齐越显得比以往轻盈许多，嘴角带着笑意和一丝轻松。我已斩断前半生，此后我齐越将重活一世。你完成斩戟了？完成了。谁赢了？自然是我赢了。挺好。陈凡点了点头，取消了齐越身份令牌上的所有权限，望向一旁的王奎嘱咐道：“这家伙完成斩戟了，别让他进入营地。问清楚具体是谁赢了，等我晚上回来处置。”说罢，陈凡望向齐越，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才头也不回地带着魏巍继续去挖隧道。为了这条新大陆隧道，他的樊玉通讯都得暂时耽搁一段时间。新大陆隧道是目前优先级最高的事情。樊玉营地内，以少秋为首的几人站在城墙外，面色严肃地将齐越围在中间，而安置在城墙上的炮塔则是齐齐对准齐越，众人眼里满是审视和危险。邱阁主，暗阁负责樊玉情报，你没收集到他斩戟的情报吗？没有。少秋摇了摇头。我知道他去杀了哪些人，但此后就再无消息了。斩戟是齐越修行的特殊手段。齐越身世悲惨，内心满是仇恨，将所有负面情绪集中起来，大幅提升修炼速度。但负面作用就是负面情绪渐渐堆积，会形成另一个自己。2人拥有全部的战力和外力，一决生死。倘若齐越死了，那另一个自己就带齐越而活。
倘若另外一个自己死了，那齐月这门特殊心法将再无负面作用，并彻底斩断以前的仇恨。少秋有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齐月，这家伙平时一副高冷的样子，表情总算很欠揍，如今看起来随和许多，应该是真的长了负面情绪。不对，王奎坚定地摇了摇头，情绪达到极端时会反转，比如怒极反笑。喜极而泣，这家伙如今表现得极其随和，甚至被我们质疑还面带笑意，很有可能就是情绪达到极端的怒极反笑。这恰恰证明了这个齐月是由负面情绪组成的齐月。有理。齐月有些无奈地扫了眼众人一眼，当初若不是怕你们看见我死了掉眼泪，我真应该当着你们面斩几的，好让你们看看我临阵突破那威风的一面。这话像是这家伙能说出来的。少秋肯定道。他肯定是真的，再观察观察。另外一边，周末带着战阁成员，如往常一样，骑着骷髅马斜刀在街头上巡逻着，望向街道两侧的热闹景象，眼里满是笑意和满足。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如今的繁育完美符合他想象中的最强势力。如果每月除了月钱之外，还包分配老婆就好了。他还没找到一个婆娘呢，他也想晚上有人给他暖暖被窝。就在这时，他眉头突然皱起，前方不远处，一个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在几个下人的陪同下，满脸好奇地走在街道上。这本很正常，樊城发展至今，每天都有各个势力的小姐少爷等在下人的陪同下在樊城逛街，但这个女人身后的一个老者旁边缓缓浮现出一则只能他看见的虚幻面板，年龄179岁。周末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默默擦肩离开。但在离开后，快速走到一个巷子，拿起传音符，低声道：“帮我联系狱主，我发现了一个179岁的人，此时就在樊城内。这是他偶然获得的一个异宝，异宝名称寻龙胸针，异宝品级白色，异宝效果可观察出所有生物的真实年龄。平日里，他上街巡逻的时候，最大爱好就是看看这些人都多少岁。小姐，樊城热闹街道上，跟在身穿锦绣长裙女子身后的那个老者，转身望向周末离去的背影，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金光，低声道：“我想我们可能被发现了。”女子眉头皱起，我们有露出什么破绽吗？没有。老者摇了摇头。但按照正常巡逻路线，他应该继续向前，而不是去一旁的巷子里，应该是汇报消息去了。说不定他只是临时更改巡逻路线的，也有这可能。而且女子偏头眼弯如月牙，笑着，就算被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我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父亲临走前不是还说要让我们好好了解下凡域吗？说不定近距离接触下陈凡，能了解的更多。老者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眼帘垂下，低声道：“隐士许久，再入室会有很多麻烦。”但女子并未过多在意，只是继续有些欣喜的挨个走进街道两侧的每个店铺。港口，陈凡站在岸边远眺海边，他不清楚昨晚具体挖到多长，具体挖到哪了。按照时间推算的话，大概有30公里了。这得挖多久才能挖到新大陆去啊？他低头看了眼身下的魏魏，低头琢磨着能不能给魏魏找个老婆配个种之类的，多生几胎，然后就可以一起挖了，这样效率会更快点。昨夜埋在海底的铜管并未熄灭，隧道煤炭也并无鬼物入侵，暂时不知雨季是何种情况。至少目前来看，新大陆隧道的计划是可行的，就是比较耗时间，需要勤勤恳恳的连续忙碌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来自周末的消息，眉头微微皱起。齐月、少秋去樊城等我会客。樊城内，陈凡望向瘸猴一行人，笑着道：“齐月、瘸猴，你俩跟着我。少秋，你藏匿于暗中，去看看是哪里的客人上门，说不定是关西平原的贵客上门了。”很快，陈凡带着瘸猴、齐月两人正面迎上一个正满脸好奇望向四周、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轻笑道：“在下凡域狱主陈凡，几位怎么称呼？”站在锦绣女子身后的老者面色微变，他刚才便猜到自己一行人身份可能暴露了，但毕竟只是个猜测，没想到他们身份真的暴露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望向面前拄着翡翠手杖的陈凡，眼里满是好奇：“就是你一手创建了凡域，听说你是个很厉害的建筑师，但你看起来怎么这么年轻？几位是？”陈凡笑呵呵地继续问道，看起来极其随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看起来比较随和的人，人都是暗格杀的，和他有什么关系？陈狱主。身后老者上前一步，双手抱拳行了一礼后沉声道：“我们来自江南何家，此趟前来只为观摩樊城，并无其他恶意。”这个时候得他出面讲话了。小姐第一次离开家族，说话有些没轻没重的，因此树敌就不好了。江南何家？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很快怀里传音符便发烫，掏出传音符听了一会儿后，才笑着道：“江南没有这个势力，关西来的吧？”“真是江南。”老者停顿了一会儿后才郑重道：“我等乃江南隐士家族，平日不在外行动，名声并未流传出去。”“明白了，几位里面请。”陈凡笑了起来，侧身示意几人随自己一同走向旁边的商铺。片刻后，陈凡给几人沏了一杯茶，笑着询问道：“见一叶而知秋，从你们几人身上可以看出你们背后的江南何家势力并不弱，为何隐士？”锦绣女子已经不再讲话了，乖巧地坐在一旁。老者全面接管了对话主体，微微迟疑了一会儿后才出声道：“陈狱主，你吃肉吗？自然。香吗？还不错。那倘若陈狱主亲眼见到屠宰的过程，还会吃得那么香吗？”陈凡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给出具体回应。正所谓君子远庖厨，老者脸上的皱褶如波浪般抖了抖，低声道：“江南何家是有一定的势力，但又庇护不了天下苍生。
每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苍生被鬼物屠戮。既然拯救不了，那就索性闭眼不看，这样会少点愧疚感。正如倘若江北城此时被鬼物屠戮，我相信陈玉竹你心里也会有些不舒服吧。哪怕你不认识江北城里的人，但江北毕竟是你的地盘。但倘若避世，就可以减少这种愧疚感，只顾自己，不管苍生。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倒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这种避世的解释，听起来有点道理。我第一次接触尹氏家族，既然有一家，就有第二家，所以你们都是抱着这种想法避世的，不全是？老者摇了摇头，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永夜如潮汐般，总会有退去的一天。永夜里的鬼物是杀不完的，杀再多鬼物也没有意义，保全自己扛过永夜，才是尹氏家族的主要避世原因。总会有退去的一天吗？陈凡笑了起来。陈玉主难道不知？老者眉头微微皱起。如今永夜大陆的永夜并不是第一次降临，以前也降临过，只是最后都退去了。潮起潮落，潮起潮落吗？陈凡靠在椅背上，端起手中茶，轻抿着没有讲话。他没有去争论这一点，不过他可以确定一点，上次永夜降临，固然不知究竟是自主退去，还是被上古势力联手击退，但可以肯定的是，永夜不存在终有退去的那一天，会有潮起，但不一定有潮落。但他不想去讲这个，没有意义，不说这个。陈凡转移了话题，望向面前这个明显上了年龄的老者，轻声道：此趟来樊玉所谓何事？根据周末提供的信息，眼前这个老者已经快200岁了，永夜历总共才300多年，这家伙活了大半个永夜。一来说观摩樊城，二来是想在樊城开个店铺。开店？陈凡笑着给自己添满茶。你们不是避世吗？也需要开店？避世也是需要鬼师维持的。老者沉声道。实际上江南几家尹氏家族在外都有生意，只不过打的都不是家族名号。各家尹氏家族和自家生意的联系，有的是5年一次，有的是3年一次，联系较少。说说吧，想开什么店？兽武店，这是江南何家的传承手艺。兽武就是给异兽定制异宝，大幅增加异兽的战斗力。不少势力都有异兽，往日买家不好找，但如今有头有脸的势力都会聚集在樊城，倒是会轻松不少。还有这个行当？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半晌后才突然起身笑着道：樊城欢迎天下势力前来参观，那就不多停留了，我还有点事要忙，就先告退一步。老者急忙起身，陈玉主慢走。樊城走在街道上的绝猴凑到陈凡身边，小声道：少爷，不问问他们年龄的事儿吗？说不定有延寿的手段。不是延寿。陈凡摇了摇头，一个活了200多年的人，那就是个老妖怪，眼里会有一种疲惫感。那老头虽然年龄大，但行为处事看起来不像是个老妖怪，年龄是虚的，像是通过沉睡这种手段来延寿。这应该也是尹氏家族和外界生意联系较少的原因。让少秋去仔细收集江南何家和尹氏家族的相关消息，顺便去查查我们灭掉的丹宗、风雨楼、江南水家这些势力是不是某个尹氏势力在外界的生意。倘若真有联系，需先下手为强，免得留下祸根，让樊玉成员和药王谷那边口风严一点，别将魏魏的事情泄露出去了。明白。瘸猴面色认真的重重点头应下。港口边，魏魏正趴在地面上，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卤鸡腿含进嘴里，灯笼大小的眼睛缓缓闭起，脸上写满了享受。可陈凡的到来却打断了他。魏魏，来吧，继续干活。魏魏呜咽了一声，示意自己知道了，随后才兴冲冲地钻进一旁的深井，准备继续开辟海底隧道。陈凡也没多说什么，跟了上去。他也想过要不要给魏魏打造一套专武，用来加快挖掘速度的，可后来一想没必要。魏魏挖掘速度快主要是得益于自己的双爪，那是自身天赋，无论是打洞还是破坏阵法都很有效，加了专武后反而可能会起负面效果。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海底隧道内一人一鳄继续开始今天的工作。陈凡跟在魏魏身后，一边铺设铜管，一边望向后方空无一人的海底隧道，给人一种绝对的孤寂感。尤其是此时尚未天黑，鬼火尚未点亮，海底隧道内一片漆黑，只有摆放在车厢里的石头散发着光芒。他低头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王麻子此趟出海，在雷雨海域内只发现了这么一座海岛，取名为希望岛。此时希望岛在鬼皮地图的边缘处，代表着它的绿点正在缓缓逼近。按照这速度，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真的需要挖很久。他们挖掘隧道的速度可比王麻子开船在海上的速度要慢多了。2个月转眼而逝，陈凡独自一人站在樊玉营地内的城墙上，望向外面，轻笑着靠在椅背上。终于挖通了，足足忙活了2个月。这2个多月，他大部分时间都和魏魏在海底挖隧道。他中途一直担心山海胎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毕竟这条海底隧道实在是太长了，尤其还在海底深处，这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还会有渗水的可能性的。但山海胎真的值得信任，全程都撑住了，顺便还做到了防水。只能说，虽然只是绿色品级的天才地宝，但山海胎不愧是连鬼王都难寻的宝贝，够这个价值。走吧。陈凡起身朝城下走去。海底隧道一阶段已经建设完毕了，去希望岛看看。港口，一辆高铁停靠在地面上，陈凡、瘸猴等一众樊玉核心成员全都登上高铁，魏魏则是留在车厢外，抓着边沿处。下一刻，高铁启动，沿着海底深处铺设的铜管，朝大海深处激射而去。海底隧道极长，前方没有任何光亮，一片漆黑，鬼火尚未点亮，高铁就在漆黑的隧道里，以极快的速度朝前方激射而去。终于，约莫过了近20盏茶的功夫，他们身下的高铁突然以一个90度的仰角开始快速爬升，阳光从洞口洒了下来。当高铁如火山喷发般从地底喷出，并稳稳当当地停在山顶时，他们到了，此地便是希望岛。高铁出口在希望岛内一座山顶的顶部。陈凡离开高铁，站在山顶悬崖边缘，远眺天边，海岛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不见任何陆地。这是一座孤岛，而是更远处隐隐约约能看见那片区域被雷云笼
笼罩，那里便是雷雨海域，只不过距离希望岛较远，有一段距离。俯瞰海岛，一眼望去，没有任何人类踏足的痕迹，遍地天材地宝，如同大丰收一般。一颗颗饱满的猴头果悬挂在树枝上，不知具体数量，但绝对不会少。见状，陈凡笑了。猴头果是一种天材地宝，不以价值来评判。城墙从6级升至7级，除了需要消耗7000枚鬼石外，还需要消耗猴头果一个。一节城墙需要一个，也就是1米。若是平常营地也就罢了，说不定能凑到。但倘若想要将江北防线全都升级至7级城墙，那需要的猴头果数量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量。他当时还想，去哪找那么多猴头果？除非是去了花果山。而今日，他终于找到了花果山了，属于樊玉，属于他陈凡的花果山，漫天遍野的天材地宝，任他采摘。当然，想要将江北防线全部升至7级城墙，需要的不仅仅是海量猴头果，还需要海量的鬼石。在上古时期，江北防线的城墙等级是4级，低了，否则也不会被攻破了。陈凡就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他要是搞出7级城墙，再加上一众式神炮、防空炮，江北防线还能被沦陷，他也不跑了，就死在江北。他认了。7级城墙最高可达50米，50米这么高的城墙堵在江北海岸线，他就很好奇，得是什么样的鬼物才能冲破他的江北防线？看看，陈凡望向身旁一众已经看傻的瘸猴几人，咧嘴笑着，大手一挥，都下去看看有什么天材地宝，然后在新招的编外人员中找一批无家室的。海底隧道为樊玉核心最高机密，参与此工程的樊玉编外人员，短时间内将无法返回永业大陆。采摘完希望岛后，留在新大陆拾取鬼石，要能耐得住寂寞的。待遇提升至樊玉正式成员，樊玉成员基本都挺忠诚和嘴严的，这得益于严格的筛选和培训，以及大家都不想失去这份活。但再严的嘴也会有泄露的风险，他暂时不能接受新大陆的存在对外泄露，故而最好的嘴严就是一段时间内留在这里，不回永业大陆。周末走下山，来到海边，望向海岛中央丛林中漫山遍野的天材地宝，神情恍惚地僵在原地。永业大陆之外还有一处这样的地方，他虽知道商格发现了希望岛，但等真正踏上这个岛，他才明白能在茫茫大海上发现这座小岛有多不容易。不仅仅需要探索世界的决心，还需要忍受寂寞的毅力和足够的运气。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脚下好像踩了一个软糯糯的东西，下意识抬脚低头望去，只见脚底下踩着一个暗红色的肉瘤，像是海螺状，捡起来后触感温热。他僵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骇然。海苔，手里的这个东西和私塾里形容的海苔外貌特征一模一样，这竟是樊玉主要搜寻天材地宝之一海苔。樊玉这几个月里一直在搜寻，一株都没找到，而他脚下就踩了一个。他抬头望向远处，沙滩上竟然散落着7、8个海苔。王麻子，周末顿时有些撕心裂肺地望向离他最近的王麻子，高吼道：“快捡海苔！那个暗红色肉瘤是海苔，快捡起来！”樊玉核心成员都已离开，前去探索海岛了。陈凡没去，他正站在高铁出口处，也就海岛小山的顶端，望向手里的竹笋，乐呵呵的傻笑中，神情恍惚，渐渐飘远。他手里的这个褐色竹笋，他曾经在魏魏父母洞穴里找到一个，是山苔，比山海苔更好的山苔。如今他得到了第2个，得来过程倒也不复杂，路边捡的，就长在旁边石头缝里，一拔就出来了。就在这时，传音符里传来瘸猴的激动声：“少爷，快来，快来！”陈凡眉头轻挑，将山苔塞进储物戒里，大步朝山下走去。山苔储存方式的没有特殊要求，比较随意，直接塞进储物戒里就行。丛林内一处山河间，陈凡站在岸边，望向那从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河水极其清澈，而在河道中间有不少石头，在石头缝里生长着10束珠花，颇为好看。他沉默着，久久不语。那些花不是普通的花，外表看起来极其雪白，颇为好看，就像少女的小足般，令人忍不住想放置在鼻尖，用力嗅去。9片舒展开来的花瓣，宛如含苞欲放的豆蔻年华般，花蕊微粉，很嫩，不是别的，正是雪莲花，而且是成熟状态的雪莲花。那位居住在无名山的那位，耗费了100年时间，酝酿出了一株雪莲花，而这株雪莲花还引来了关西平原屠仙圣地的觊觎。现如今这里有13株，13株啊，也就是这种天材地宝难以在市场上流通，否则光是这13株雪莲花就足以价值连城。先别动，陈凡深吸了一口气。雪莲花采摘后需要在1个时辰内放置在低温环境，我们回去的时间超过了1个时辰，等下次来带上工具再来。高铁速度极快，但再快也有个上限。此地距离永业大陆极远，距离超过樊玉1号线的全程，单次耗时早就超过了1个时辰。现在将雪莲花采摘下来，等回去后就枯萎了。就在这时，旁边的周末和王麻子一路小跑而来。狱主，周末有些激动地打开手里的缸子，露出里面被浸泡在水里的海苔。我们在沙滩上总共发现了11株海苔，全在这里了。我记得海苔的保存条件是需要用咸盐包裹，我身上没有咸盐，我就将海水倒进去了。不错，陈凡咧嘴笑了起来。这座希望岛的发现对樊玉的意义太重大了。陈凡满意的点了点头，接过海苔收入的储物戒里，朝远处走去，都四处再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惊喜。随后，周末和王麻子便在海岛深处摸索着。这座海岛没有一丝人类痕迹，看起来就是一个后花园一样。就在这时，滋滋吱，刺耳的尖叫声从远至近的此起彼伏的不断响起，周围丛林的树枝在快速晃动，头顶的绿色苍穹仿佛活了过来一般。别动！周末面色微变，快速举起手里的大刀，对着传音符急促道：“狱主，我这里有状况，暂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大量残影从远处丛林朝他冲来，不再掩饰身形，而是狂暴的吱呀乱叫。那正是一只只猴子，一眼望去，至少有数百只，它们被猴群包围了。数百只猴子死死盯住他俩，准备随时发动攻击。王麻子，周末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握住手里大刀沙哑
哑道：“站在我身后，看我表演，说什么呢？”王麻子面色冰冷的同样从怀里掏出大刀，和周末背靠背站在丛林间，眼睛直勾勾望向那些树梢上的猴子。这几日我在运灵阁里天天泡着，修为也不弱，刚好今日见血也行。周末咧嘴笑了起来，没想到我最后一战的搭档竟然是你。我曾经幻想过自己会死在4年后的海底鬼巢登陆那一战，死在狱主身旁。就在这时，伴随着猴王的尖锐嚎叫声，几只体型健硕的公猴从树梢下冲下，发动攻击，咧嘴时露出的红色牙龈，黄白色的尖牙，围攻开始了。一只猴子从侧面倏地荡进，爪子闪电般探出，直逼周末脸颊；另一只几乎同时从背后袭来，配合颇为默契，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浓烈的野性的腥骚气。刺啦！爪子划破皮肤的声音响起，猴群中响起兴奋吼叫声。这些猴子眼里充斥着杀意和狂暴，而且不急着杀，像是要慢慢折磨一般。呼哧！周末紧紧和王麻子背靠背靠在一起，猴群多次分批次攻击，数次下来他就已经有些招架不住，身上多了数道伤势，鲜血流淌下来，而周围晃动的影子越来越多，更多的猴子赶来加入战场。该死！周末不知是失血过多还是恐惧而导致的面色煞白，嘴唇有些发青的颤声道：“王麻子，这死的也太痛苦了，跟他妈凌迟一样。”还好，王麻子同样喘气，说不定死不了呢。这他妈能活！我感觉到地面在震动了。然后呢？等等！周末突然反应过来，感受着正在不断震动的地面，以及周围树梢上渐渐因慌乱而有些烦躁起来的猴群。半晌后突然反应过来，咧嘴笑了起来，高吼道：“狱主，我在这儿！”吼！惊天动地的巨吼声猛地响起，丛林中的树木正在不断快速倒塌，一个庞然巨物正在宛如推土机般快速逼近。下一刻，一头体型极其巨大、灯笼大小眼睛里满是凶意的鳄鱼一路撞飞了不知多少树木，冲至两人面前，在身后丛林间留下一道极长的通道。陈凡从鳄鱼后背上走了下来，站在魏魏身旁，望向树梢上一众有些慌乱的猴子，偏头停顿了一下后笑了起来：“魏魏，该你上了。”收到命令的魏魏张开血盆大嘴，再次怒吼一声，便朝猴群身下的树木冲去。每次撞击都能将坚硬粗壮的树木撞飞，待在树梢上的猴子如下锅饺子般到处乱飞，那冲击力可见一斑。猴群眨眼间在慌乱声中四处逃窜，甚至都不敢回头尝试性的攻击魏魏。周末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靠在王麻子身上，望向浑身散发着凶兽气息的魏魏，才想起魏魏其实也是异兽，而且是实力强大，曾经给予鬼王致命一击的高级异兽，不是什么乖乖宝。猴群四散逃去，但魏魏灯笼大小的眼睛紧紧盯着快速逃窜进丛林里的猴王，直直追去，根本不管四散而逃的猴群。这只猴子明显体型要比其他猴子更大，很好分辨，但也更加胆小。刚才猴群四散逃窜时，这只猴王是第一个掉头就跑的。猴王的速度很快，但魏魏的速度更快。魏魏虽体型大，但速度却都不慢，此时如同一个陷入狂暴状态的推土机般冲进丛林里，撞飞无数树木。数息后，魏魏像是一个凯旋而归的大将军一样，血盆大嘴里含着奄奄一息的猴王，尾巴不断拍打着地面，雄赳赳气昂昂，眼里满是自豪之意地爬到陈凡面前，将嘴里的猴王吐出来。干得漂亮！陈凡笑着望向魏魏，他此趟出门带上魏魏也是这个因素。这么大个海岛，说不定就有异兽的存在。对付异兽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筑，异兽有灵性，感受到危机后，他们就不会发起冲击了，而是会远远躲开。虽然暂时威胁不到他们，但留在小岛上总归是一个祸害。对付异兽最好的办法是带上一个比这些异兽更强的异兽，比如魏魏。能打得过魏魏的异兽没几个，就算魏魏打不过，只要魏魏负责缠住敌人，等他将建筑打造完毕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现在看来，带上魏魏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狱主！劫后余生的周末和王麻子搀扶着走到他面前，眼里闪过一丝感激。幸好狱主你来得及时，不然我们没事儿。陈凡摇了摇头，这是一片未知的海岛，确实有些危险。虽然没有人类的痕迹，但难免会有其他的危险。随后，他才低头望向地面上这只满眼恐惧和慌乱，但却不敢再逃的猴王，停顿了半晌后，才轻声道：“魏魏，打服他，帮你收个小弟。”魏魏会意的兴奋地低吼了一声，才叼着猴王快速爬向一旁，就像叼着战利品的获胜将军一般。他不打算杀这只猴王，这每一只猴子都是异兽，什么异兽，什么能力，他尚不知晓。但猴群里面不可能没有猴王，就像狼群里不可能没有狼王一样，一个种族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头，死了这个头会诞生下一个头，而这座海岛上的猴子又极其的多，根本杀不完。与其赶尽杀绝，不如收服这只猴王，让这只猴王去管理这些猴子。尤其是他刚才注意到，这些猴头果好像就是这些猴子种植的，或者说是养殖的。猴子之所以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大肆采摘猴头果，他们将这批猴头果采摘完之后，又不会重新种植，剩下的事情还得麻烦这些猴子，不如收服了这些猴子，帮他们种植猴头果。收服异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每个异兽的性格不同，收服的方式也不同，不是每个异兽都像魏魏这样好收服的，所以他并不打算收服这只猴王，而是让魏魏去收服这只猴王。人类收服一只异兽需要费点麻烦，但一只异兽收服另一只异兽，只需要打服就可以了。陈凡没有在此过多停留，而是带着王麻子和周末几人回到高铁出口，几人开始服用丹药疗伤，他则是在四处继续逛去。海岛上除了这些猴子，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原住民。这些猴子平日的主要食物好像正是猴头果，还挺奢侈。那一个猴头果天才地宝的价格，在市场上具体多少他不知道，他没有见流通过，但他估摸着怎么也得2、3千玫瑰食一个。这些猴子一天就吃一个，真够浪费的。就在这时，陈凡突然看见魏魏脸上写满了自豪，大摇大摆地朝他爬来，而在旁边还跟着一个有些怯生生的猴王。猴王手里拿着一个鸡腿，这个鸡腿他极其眼熟，正是樊玉照生平所制造的卤煮。魏魏低吼了一声，像是在示意自己已经收服完毕。
毕了。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的这个鳄鱼和猴子，他大概知道魏魏是怎么收服的，应该是先打服，然后再掏出自己心爱的鸡腿送给对方，然后这只猴王就服了。看得出来，这只猴王也很喜欢手里的这个鸡腿，甚至他觉得魏魏压根不用送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随便送点东西，这只猴王可能都很喜欢。毕竟这座海岛上平时也吃不到其他东西。话说魏魏这个收服手段是跟谁学的？先打一棒，再给一颗糖，这手段运用的有点太流畅了吧？挺好。陈凡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解决了。魏魏，你帮我问一下他们平时在海岛上是不是都以猴头果为食？会不会种植猴头果之类的？就问一下他们关于海岛上的消息，或者是海岛上还有没有其他人之类的。他可以和魏魏做到基本上的正常沟通，通过眼神、肢体语言来进行沟通，再和这只猴王就做不到，不过也不用担心，魏魏可以做到。魏魏瞬间会意，转身望向猴王，低吼了一声，这只猴王也立刻挥舞手臂比划着。很快，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陈凡若有所思地轻点了下头。通过魏魏传达过来的信息，他得知这座海岛上已经很久没有人类了，他们是第一波登陆这座小岛的人类，并且也没有鬼物踏上这座海岛，这倒是有些稀奇的。海里鬼物是不少的，但鬼物却并没有登陆这座岛。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这座岛是怎么产生的这么多天才地宝？不能是自然诞生的吧？看起来像是有人种植的一样，可既然有人种植，却为何无人采摘？难道是上古时代的某个势力种植下的，还未来得及采摘，便被鬼巢覆灭？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是这些猴子培育的。这些猴子平时主要任务就是种树，也就是种猴头果，这种果子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只需要吃一个猴头果便可以顶饱一天。如今他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这些猴子这么多年的劳动成果。换句话说，他们一行人其实有点像是土匪，跑到人家辛辛苦苦种植了很多年的领地上大肆掠夺。不过好像也不能说是掠夺。陈凡面色古怪地望向眼前一幕，此时猴王已经吼叫着，将海岛上的猴子猴孙们全都唤到了跟前。魏魏派头十足地趴在地面上，那猴王带着猴子猴孙挨个从魏魏面前路过，让魏魏认人。魏魏也会从嘴里吐出一个鸡腿分给每个猴子，每个猴子在吃到鸡腿的那一刻，眼眶都变得瞬间通红。显然这玩意比他们以前吃的猴头果和海边捕的鱼要好吃多了，纷纷兴奋着站在魏魏面前点头哈腰。这群刚才还显得极其暴虐的猴子，此时显得极其乖巧，甚至有些听话。陈凡沉默着，久久不语。他没想到魏魏在收服其他异兽这方面如此有手段。后，魏魏阅军完毕后，转头望向陈凡，低吼了一声，而那些猴子也顿时会意，齐刷刷地站成一排，面朝陈凡，齐齐鞠躬。他听明白了魏魏传递的消息，说自己虽然是你们的老大，但他也有老大，他的老大就叫陈凡。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完美。陈凡长叹了一口气，有些感慨道，回去后我就创建一个兽阁，魏魏你就担任这个兽阁阁主，以后关于异兽的事情你全程处理。魏魏在处理异兽这方面实在是太有经验了，繁育伴随着以后发展，肯定会遇到更多的异兽，这个时候就需要魏魏出马就可以了。随后摸索了约莫1个时辰左右，陈凡几人就再次返回高铁。此时他们已经返程了，那些猴子还在忙碌的采摘猴头果，并且在兴奋的期待着明天他们再次到来，并且带着新的热乎的美味的卤煮。路程遥远，当他们抵达繁育时，繁育已经天黑了。高铁没有停留，从港口离开后，直直穿过夜色，驶进繁育。而此时早就收到消息，并且已经准备好的小邱从营店内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代表兽阁阁主的身份令牌，一个特制的身份令牌，刚好可以卡在魏魏前爪的鳞甲里。平时如果收起来的话，可以吞进肚子里；如果不想收起来，就可以卡在前爪的鳞甲里。魏魏显得很兴奋，抱着令牌在地上不断拍打着尾巴。陈凡望向在地上拍打着尾巴的魏魏，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现在正是下达对魏魏的任命，繁育新建兽阁，魏魏担任兽阁阁主，统管繁育所有异兽。很快，一夜过去，天亮了。陈凡收拾了一些行李，准备出趟远门。他要继续去打造海底隧道。海底隧道仅仅完成了第1阶段，仅仅通向海岛，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要通向新大陆。这些天才地宝对繁育虽然很有价值，但也需要足够的鬼石，才能发挥出这些天才地宝的真正价值。而从海岛到繁育这段路程已经比较远了，来回一趟花费时间较多，所以他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暂时居住在海岛上，在海岛上开辟一个简单营地，和魏魏继续挖海底隧道，可以节省下每天来回往返的时间。临走前，瘸猴跟他一起，王奎负责守家。狱主王奎有些迟疑道：“繁育通讯这个计划要再往后推一段时间吗？”陈凡轻点了下头，这个事情暂时不着急。如果新大陆上收获的鬼石足够多，繁育通讯可能就不对外公布了，将会成为我们的繁育独有手段。如果有什么要紧的消息，你传音就好。是的，他曾经说过，若真有人能在希望岛上将消息传回繁育，他算那人牛逼。希望岛距离永夜大陆足足用上千公里，如此之长的距离，寻常传音符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但它可以。繁育有信号塔，当然繁育不能安置在海面，这是一个需要安置在陆地上的建筑。但魏魏既然可以在海底挖出一条隧道，那在某个隧道节点挖出一个较大的坑，用来安置信号塔，自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此时海岛隧道的中间路段就摆放着一座信号塔，希望岛和繁育之间的消息可以做到秒转，哪怕有任何突发事件，他也可能立刻得到消息并赶回。如今的繁育已经不是雨季里那个底蕴不足的势力了，如今的繁育各种底蕴已经渐渐补充完毕了，海苔、山苔等各种天才异宝均已入库妥善保管。陈凡没过多停留，再次嘱咐了王奎几句后，就带着瘸猴魏魏几人再次乘坐高铁，踏上前往海岛的路程。打造一座巨城所消耗的时间并不多，只需要足够的鬼石就可以了。打通新大陆势在必得，
江北防线指日可成。在近2个时辰的路程后，高铁终于抵达希望岛。刚出来，便看见地面摆放着一大堆整整齐齐的猴头果，大量猴子乖巧且满脸期待地蹲在一旁，显然等了许久。在看见他们后，有些兴奋，但又有些胆怯地不断挠头。非常棒！陈凡咧嘴笑了起来。海岛上的这些原住民有些太懂事了，摆了摆手，趴在旁边地面上的卫卫嘴里咬着一个大缸，开始挨个发放鸡腿。赵生平昨夜连夜加班煮了一大批，每个猴子乖巧地坐在地面上，小心翼翼且兴奋地接过鸡腿。很快，数百个猴子便齐刷刷地将手里的鸡腿吞下肚，随后才在卫卫的指示下，将地面上的猴头果都搬至他们身后的高铁上。卫卫，该我们干活了。陈凡笑着望向这一切，才望向旁边的卫卫。卫卫低吼了一声，瞬间会意再次钻到深井，找准方向后，开始继续开辟海底隧道。而陈凡也坐在另一架高铁上，跟在身后开始继续铺设铜管，直指雷雨海域。在身后隧道已有数架高铁在不断运转，将大批猴头果成批成批的运往繁育。而与此同时，另一端永业大陆前方战线广袤平原上，一条极其笔直不见尽头的城墙，如分界线一般，将平原从中间一分为二。城墙左侧是大批正在不断奔波的人类，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明显的皮翼和伤势；而在城墙右侧是大批倒在血泊中的鬼物。此时城墙多处城门打开，大量人类拎着工具